一早上就上我奶家去了，这不眼看上冻了嘛，帮着劈柴去了。我抱着孩子，你腿脚快，你快去把你爹叫回来，就说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，他必须马上回来，否则天就塌了。你这婆娘又出什么幺蛾子了？我急活了他，把我叫回家，有啥事儿啊？我告诉你，许传义，这孩子不能留，你必须要马上给我送回去。送回去？你当孩子是个物件啊？想要过来就要过来，想送回去就送回去。王氏开始哭天抹泪，把鲁琦说的话添油加醋的说给了于栓一听。你说的是真的？那我还能骗你吗？那游方道士跟咱们家素不相识的，他怎么一下子就说出咱们家有4个女娃娃，而且还能说出咱们家从别处得来一个孩子？人家可是有大本事的。许栓义，我可告诉你，那高人可是说了，咱们命中有金童，金童到家之后，后半辈子衣食无忧，大富大贵，这说明咱们未来的儿子可是个有造化的。你现在把别人家的孩子抱过来，五子俱全，金童就不来了。你为了养一个不熟的孩子，把咱们家金童挡在门外，这要是这样，老娘就跟你拼了。既然咱们家会有金童，那就没必要别人家的孩子了。我这就把孩子给栓柱送回去。走呗，我和你一块去。栓柱这小子行啊，找的这个新岳丈真阔气，两人前脚定下亲事，后脚就把丫头裴家的新家具抬进来了。人家可是杀猪匠，家里条件好着呢。栓柱娘说了，人家一个铜板都不要，还倒给10两家猪。你没瞧着栓柱娘得意的那劲儿啊！栓义来了，咋还抱着孩子？二婶子，这孩子我们不过继了，这不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把孩子给你送回来，可别再给我往回送了，送我也不要。这不是说好这孩子给栓义了吗？这咋还不要了呢？我遇到一个高人，人家说我这命中有金童，这男娃娃会阻碍我的金童上门，所以我要不起。反正这孩子还没正式过继呢，我也当着大家伙的面给你送回来了，就当是在我家养了2天，没我啥事儿了。栓义，走，咱们回家去。你个死娘们儿，送孩子就送孩子，那么多人看着，你把事情闹那么大干啥？于栓柱，你给我出来！于栓柱，你给我出来！于栓柱，你个缩头乌龟，你给我出来！娘，陈家带人来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他们看着比赵金山还凶，肯定会打死我的。哎呀，亲家，别生这么大的气，别生这么大的气呀！气坏了身子就不值当了，有事好商量嘛。商量个屁！叫于栓柱出来！之前咱们就商量过，想让我女儿嫁过来，这孩子是不能要的。你们是怎么答应我的？你们说把孩子过继出去，现在婚也定了，我把婚事也跟街坊四邻亲戚朋友都说了，现在你们却把孩子给抱回来了。我看就是和人合起伙来坑骗我家娇娇。亲家，这怎么是坑骗的？我们也不知道为啥孩子就被送回来了。你不知道？分明就是你们假意把孩子送出去，等婚事定下来，你们再把孩子接回来，就是看我们家娇娇好欺负，演一出苦肉计。你这就是骗婚，真当我程家没人啊？大家伙儿，咱们把于栓柱给抓住，送到县衙去，让县老爷他们评理。娇娇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骗婚。爹，不是说就吓唬他一下吗？怎么还真往县衙送啊？这要是送去了，县老爷下令打板子，打坏了可怎么办？叔叔伯伯们，你们别动他了。于栓柱，我谅你也不敢骗我，我只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你留下那孩子，然后赔给我50两银子，当是损坏我名声的补偿；要么你把孩子送走，咱们就当没这回事儿，亲事照样结，只是婚后掌家权得给我。50两？我上哪去弄50两啊？哼，凑不齐50两，那你就把孩子送走啊！我不管你是送人也好，扔掉也罢，总之我是不想再见到这孩子。爹，你留2个人在这里看着，别让他们家跑了，给他们1天时间考虑。要是他们拿不出办法，咱们就送他们去见官。你们俩在这看着，其他人都跟我回去吧。哎呦，我这都是做的哪门子的孽呀？怎么会摊上这样的事儿？50两，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要不，咱真把孩子抱出去扔了？放你娘个狗臭屁！这再怎么说也是咱们栓柱的孩子，流着于家的血。那你们说该怎么办呢？娘，要不咱们再去我堂哥家问问？问什么问的？你没听那王氏说吗？他找人算过了，说咱们家的孩子耽误了他的金童进门。我呸！就他那副生不出儿子的样子，还金童！今天他坏我的好事儿，我就算是把孩子掐死也不会给他了，就让他到老无依无靠的，没有儿子养老送终。要不咱们把孩子给翠兰送去？干什么去啊？是不是想跑啊？跑
跑什么跑呀？我爹娘都还在呢。娇娇不是让我处理了这个孩子吗？我左思右想啊，决定把孩子给他娘送回去。好，我和你一起去。到那儿后别忘了签个条子，这孩子以后和你绝无瓜葛，别想着以后仗着孩子再来打秋风。哥，要不然咱们亲自去一趟吧。翠兰，你快坐下吧。东家说他们会来，他们就肯定会来的。来了，翠兰，这孩子你要不要？要是你不要，我就抱到后山给埋了。要，孩子我要。既然你要这个孩子，咱们就签个契约，从此以后这孩子无论是生是死都和余家没有半分关系。倘若你仗着孩子关系上门，别怪把你当盗贼打出门去。切，我切。翠兰，孩子都到身边了，就别哭了，给孩子弄点吃的吧。青山兄弟，你先在家里陪嫂子待2天，有护卫工作时，我就差人来喊你。翠兰是遇上好人了呀，希望你和孩子以后一切顺利。黑风寨来了个奶娃娃，大家都很高兴。沈桃把赵翠兰带进暖棚，交代需要注意的事项。东家，你过来看看，这个好像有花苞了。翠兰，这些种子都是我千辛万苦弄回来的，你一定要好好照料。翠兰点头。东家，你就放心吧。沈桃把冯明叫了过来。冯明，我想在9楼办演员见面会，第一站我想选在你们家的庆丰楼，你看怎么样？行啊，这还用商量？你得和你爹娘说一下，有许多事要提前安排。你放心，这事交给我，我这就下山。这事要尽快，见面会就安排在后天吧，顺便差人给赵庆山送个信。算了，我和你一起下山，你回家，我再找其他9楼的掌柜商量商量，定下后续演员见面会的时间。大家快来看啊！黑风戏楼门口张贴告示了，小燕子传奇的全体演员于后日在庆丰楼与大家见面，有兴趣者请于后日4时前赶到黑风戏楼。我女儿最喜欢紫薇，她要是知道紫薇会去庆丰楼，她肯定要去。我这就回去告诉她。大家还等啥呀？快去庆丰楼定位置，去晚了人都见不到。你们听说了吗？小燕子传奇的演员后天要在庆丰楼办见面会啊！你后天去吗？我还忙着出摊没时间呢。后天肯定好多人要去庆丰楼旁边，人流量肯定很大。你去那门口摆摊，生意肯定要比这儿好。对呀，我咋没有想到啊？那去，必须得去啊！老嫂子，你呢？你去不去？我也去，我平时就绣点花样卖卖。之前仿照小燕子传奇里衣服的花样绣，卖了不少钱呢。这回我得凑近点，看看能不能看到新花样。娘，我回来了。我儿回来了。娘，你咋了？得了眼疾？要不我叫个郎中过来瞧瞧。爹，我能进来吗？我儿，你回来了，快进来。你看看爹写的话本子，一个孤女去寻亲，结果爹不是亲爹，但是他和人家的儿子看对眼了。孤女大字不识一个。爹，沈涛和我说想在庆丰楼办演员见面会。演员见面会？这么说荣婶子的扮演者也会来喽？对，会来。他这个第一大反派必须登场。你咋不早说？耽搁这么长时间。您倒是给我机会张口啊。见面会当天，庆丰楼门口热闹非凡。马车往这边来啊！我和隔壁谈好了，可以先停在他们门口。这位小姐，小心小心。您提前订了包厢了，里边请里边请。3号桌小食套餐来一套，8号桌也来1份小食套餐。楼上甲字号包厢要1号套餐。演员组怎么还没来啊？对呀，啥时候来啊？有一队马车过来了。是小燕子传奇的演员来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可以开始了。起！小燕子，我们永远支持你。紫薇，我喜欢你。老六叔，你快走。我虽然给你洗白了，但是还有很多人恨荣婶子入骨。我刚才瞧见有人找烂叶子去了，你再不走就砸你一头。各位观众，今天是演员见面会，为了答谢大家的喜欢，我们的演员准备了几个节目，大家该吃吃该喝喝，容他们准备一下。各位朋友们，这是小燕子和紫薇的神态画像，里面有他们各种妆发造型，喜欢他们妆发造型的可以买一张回去研究，而且这上面还有他们的亲笔签名。姑娘们长得漂亮，小伙子长得俊俏，贴在家中的墙上贵气着呢。家里怀着娃的更要多看，生出来的孩子男的俊女的靓。今天只有200张画像，要价不贵，30文一张，您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先到先得啊！给我1张，我要紫薇的。我也要1张，我要小燕子的。我要永琪的。荣婶子的我全包了。老哥，你有眼光啊，荣婶子的画报我全要了。你就不能买个正面人物啊？你也懂啥呀？爹的画本子正缺个反面人物，
我要拿着画报回去找灵感。沈桃姑娘，今天多亏了你，庆丰楼才这么热闹，这是30%的利润，你收好，可别嫌少啊。儿啊，你好不容易回家一趟，你别着急走啊，再在家住上2天，咱们爷俩好好给画本子润色润色。可拉倒吧，你那是写画本子吗？那是抄小燕子传奇吧？爹，你也知道我文墨不通，有我参与，说不定你的画本子就得搞砸。爹，你继续，我还是跟着沈桃回去，也好多在她身边学点东西。桃儿哟，小凤这么开心啊！姨姨抱抱。桃儿，过年的年货已经采办好了，按照你的要求，也给每个人置办了新衣。只是什么？按照以前在村里的习俗，年前都要给人送点年货，表示头一年的感谢。你看咱们要不要准备点，给去年支持过咱们的掌柜送过去啊？七叔，这事儿就交给你和老六叔去办，给各个掌柜都备点礼物。周记布庄还有传承首饰店送的礼重一点，另外再准备一份厚礼。我去拜访一下县老爷，冯明他舅舅。得嘞，我这就去办。劳烦桃你帮忙把孩子给他娘送过去。翠兰，这段时间还习惯吧？习惯着呢，谢谢东家帮忙，要不然我现在还不知道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呢。翠兰，年前你要不要去你哥哥嫂嫂家看一看？我能回去吗？为啥不能啊？你去找老六叔，让他把你的月钱结一结，顺便把你哥的月钱结了一并带回去。我还有月钱？你当然有月钱啊，难不成让你白给我干活啊？我不能要，您收留我，给我吃给我住，还让人帮我带孩子，我感激还来不及呢，哪还能要银子呢？这话说的就不对了，我可没让旁的人帮你带孩子，他们是看孩子可爱，所以都愿意帮忙搭把手。至于你，干活认真负责，除了忙活暖棚，平日里还帮忙做饭，帮忙浆洗衣物，一整天忙得像个陀螺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你别再推脱了，就算不为自己考虑，也得为你的小峰考虑。他长大以后要读书，还要说媳妇，哪能离得了银子？莫非你是打算以后让我替你出这笔钱？那我就收了，谢谢东家，谢谢你。就这么说定了，你今天就回去吧，住2天也没关系的。郭婶子，我想要回娘家看看我哥嫂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小峰？我晚上就回来，绝对不会耽误事的。你去吧，孩子我们带着。只是你不打算让哥哥嫂子看看这孩子吗？我倒是想，可抱着孩子回去，村里人还不知道要怎么嚼舌根。我都已经被休回家，已经让哥嫂难做了，怎么好再让他们被人指指点点的？翠兰大包小包，又穿着新衣裳，一进村就吸引了目光。哟，这不是翠兰吗？这1个多月你上哪儿去了？买这么多东西啊？是回来看你哥嫂的？我给一个大户人家做工去了，临过年了，我告了假回来看看哥嫂。婶子，天色不早了，你早点回家吧，我还有些事。呸，还做工？他不是出去干什么不正经的买卖？好人家的闺女，谁能短时间赚这么多钱？嫂子，嫂子，翠兰，你咋回来了？咋还带这么多东西啊？看着瘦了。嫂子，我可没瘦呢，我这腰上都长肉了。我哥呢？你哥在屋里呢，快进屋。姑姑，你回来了。哥，东家让我带来的，这是你这个月护卫的月钱。这护卫也不是天天都去，隔几天才去一次。东家还给我按整月发，我心里过意不去啊。东家说了，以后还有用得着你的时候呢，你跟着他干，这钱只会越来越多的。哥，你就放心收着吧。嫂子，你就别忙活了，我得赶紧回去。虽然东家给了我假，但是小峰还在山上呢，大家都是好人，愿意帮我拉扯一下孩子，可是我不能没有自知之明。你也说得对，那回吧，我送你。你一个女子走夜路不安全。第2日，过个年也让人不消停，都到这会儿了还告状，烦死了。明儿和沈姑娘来了，不巧了，县衙有事儿，我得去断一断。你们若是无事，就在家坐一会儿，估计一会儿我就能完事儿。行，您快去吧，我带着沈桃在这玩一会儿。徐大人，眼看过年了，我备了一份薄礼，还望您不要嫌弃。快坐吧，都是这么熟悉的人了，还这么客气。舅舅，刚才是啥事儿让你这么生气啊？还不是那些放高利贷的地痞流氓，年前逼到人家家里要债，都是人呐，都得过年，缓2天再要能怎么样？想制止他们，谁奈借贷文书齐全，抓不住把柄，好生让人气恼啊！不止这1年了，每年到了年根底下，就给我来这一出，饶我清静。沈桃，你怎么这么开心？
是不是想到了解决的好办法？思路并不成熟，容我回去再想想。你们二人在聊什么？这么开心呀？沈姑娘，不瞒你说，明儿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为人憨厚老实，对家人更是诚信。明儿，沈姑娘一受精湛，为人仗义，一起逃荒过来的人，她都能待如亲人。你们若是互相有意，我可以为媒，替你到你父母那里去说和一番。你是咋看出来我俩相互有意思的？我自己咋不知道？哎，舅舅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和沈桃正在聊正事儿，他有办法解决放贷的问题。什么？沈姑娘，你有法子解决放贷之事？若是这样，我可要替县里的百姓谢谢你了。沈姑娘，你有什么话但说无妨。徐大人，这只是我的初步设想，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，希望您听了不要见笑啊。我观察咱们平县的银号大抵都是存银和兑换，就算是往出放银子，也只针对大户，所以对急需用钱的人来说，地下放贷是首选。可若是咱们的银号可以给百姓拆借银两呢？拆借银两给百姓，若是百姓不还，又当如何？据我了解，地下放贷者往往是9出13归，以借贷10两银3个月归期为例，借贷者借了10两，到手9两，每一月追加1两利息，3月到7日一并需归还13两。若是超期不还，按照这个标准继续滚利，直到还不上为止。有些地下放贷者丧尽天良，为了谋取暴利，利息更是随意追加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可若是银号可以给百姓借贷，利息低于他们，不仅可以解百姓燃眉之急，也可以给银号增加收入。具体需要这样实施：借贷前，银号派人核实借贷者的身家，比如他有一座民房，银号预估出民房价值几何。假设这房子价值10两，我们就借给他纹银10两，约定好3年之期归还，计算好3年的利息和本金，分解到月让其偿还。这样呢，压力就小了很多。若是还不上或者拒不归还，我们就可以按照借贷前签下的合约收走房子以抵债。当然了，卖出的钱需退还给人家已经偿还过的部分。若我们为此单开一家银号，一来是百姓不信任，二来是没有大笔银两用于周转。可若是和现有的银号进行合作，我们拿钱入股，有徐大人您做靠山，就容易多了。我大越皇朝的银号面对的大多是商户，吸纳商人存款，再放贷给其他商人获利，和你所说如出一辙。若是推荐到全县城，普通百姓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，他们都来借贷，短期内又无力偿还，再有商人大量借贷或取银时，银号岂不是无力周转？拿平县举例，平县虽然有不少的富户和商人，手中钱财庞大，可他们毕竟是少数人。普通人手里虽然钱财微薄，可基数庞大，这便是聚少成多。若是吸引他们将手里的钱存进银号，岂不就有了资金周转？吸引普通人存银，存在银号又不能生息，办起来还颇为麻烦，岂如自己找个隐秘的地方存放合适？更何况银号万一倒闭，辛辛苦苦一辈子的钱就打了水漂啊！您说出了重点。可若是存在银号能生息呢？存的利润小一点，放贷出去的利润高一点，一来一回，银号赚得多，亏得少。容我想一想。想一想。徐大人慢慢思索。可一旦做成，普通百姓可靠银号生息，缺钱的人又能靠借贷周转，利息不会忽高忽低，也不会因为借贷而一夕家破人亡。桃儿，我有些事想不通。即便银号开办借贷，百姓可从中周转，可一旦还不上，还不是要闹个家破人亡？这和市面上的借贷又有何区别？风明，你不懂，银号要想长期开展这个业务，势必是要把借贷的利息规范化、透明化，且低于地下放贷的利息不少，方能引人前来。低廉的利息，只要认真劳作，还是能还上的。还不上，房子或田地被收走，也合理正当。毕竟你用了人家的钱，人只要健康的活着，一切都有转还的余地。可那些地下放贷者，为了一己私利，利息高得吓人，甚至仗着百姓不认字，写阴阳合约，借给你钱时，一切都能通融，笑脸相迎。可还不上钱，他们却变了一副嘴脸，养的打手在这时候派上用场，轻则逼你卖房卖地，卖儿卖女，骨肉分离；重则断手断脚，
性命堪忧，一辈子就此毁掉。多少无辜的女孩因此沦为风尘女，又有多少男孩成为别人的家奴，一辈子仰人鼻息。两者相比，孰轻孰重？这是干啥？准备杀猪褪毛啊？哎呀，杀的哪门子猪啊？过年的猪肉早就备齐了，我们这是在洗澡。这建了一个洗澡房，现在正热闹着呢。热水供应不过来，只好在门口支了2口大锅了。哟，我在黑风寨待了这么久，咋就没听说过咱们还有洗澡房？冯公子，2个人以下的场合您都不爱亲自去，您咋还能知道我们还有个洗澡房呢？啊，你这话说的，今天我非要亲自去参加。哎，去吧去吧，今天热闹。左手边最后一个房间，能，你把这个装满水，你提着去就行了。你逗我呢？这桶下面漏个眼儿，等我提到了水都洒光了，我还咋洗？再说，你瞧这个桶比我脑袋都大不了多少，我也站不进去啊。你把这个堵在眼上，然后提水进去。进去之后啊，别人咋做你咋做就对了。谁啊？我。哎呀，快进来，冷死了！你们咋不穿衣服啊？不是你洗澡穿衣服洗啊？有啥好羞臊的？咱们都长一样。临近新年，少爷。哟，过年还换了新衣服？是少爷，这衣服是黑风寨发的，我也不是多喜欢，就是刚刚洗了个大澡，也没有别的衣服换，就暂时穿上了。洗澡就洗澡，啥叫洗了个大澡？洗澡还分大小啊？何为洗大澡？陈乔，我看你是真想彻底融入黑风寨呀。少爷，这洗大澡就和您之前也差不多，大家互相帮忙，互相搓澡。之所以没和您说，一是不知道要怎么形容，第二，您也习惯不了这个场景。习不习惯是你说了算的，去给我安排，我也要洗洗这所谓的大澡。大当家的，我有个事儿想求您一下。李三老师，有事您直说就行，怎么还用上求这个字了？我家兄弟明天来看我，家里兄弟多，还有嫂嫂在上面，不好洗澡，能不能借用一下澡堂？我当是啥事儿呢？女子澡都洗完了，你带兄弟们来洗便是。只是洗过之后，要把房间好好打扫，擦洗干净。李三老师的凡人哥哥李二又来黑风寨了，真讨嫌。喂，李三老师啊，冯公子、大奎，你们怎么把货物都收起来了？涛说了，今天是腊月29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的小摊就歇业了。怕东西丢了，我们先收起来。未来7天，我们想干嘛干嘛，想去哪儿浪就去哪儿浪。说这是年假，正月初6，我们再回来继续摆摊。这么多饺子，咋提到山下来了？咱们山脚下已经发展成一片露营地，涛担心过年这几天啊，会有过路人安营扎寨，特意备了饺子。若非有要紧事儿，谁愿意大过年还在路上？所以这些饺子任他们取用，也算是感谢过路人去年对咱的支持。兄弟，你们忙着，我先上去了。行，回见啊。老六，李三老师去哪儿了？这个才字你看我写的对不对啊？陆七的才写错了，才不到他那里去，才到我这儿来。李三老师，你怎么才回来啊？哎，快给我看看这对字写的对不对啊？李三老师，你看我平安的安字写对了吗？李三老师，看看我有没有错别字。好家伙，那是人能写出来的字儿，往红纸上撒把米，鸡都啄得比这个好看。不过吧，也难为陈乔了，还真把他们教认了字儿。虽然写得跟鬼画符一样，但仔细辨认还是能认出是何字。李三老师，你是有啥事儿吗？我今天带我兄弟上来洗澡，现在被绊住脚了。嗨，我当啥事儿呢？你安心教他们写对子，正好我也没戏，我和他一起啊。陆七叔，那就麻烦你了，我哥哥怕冷，屋里烧得暖一些。放心吧，那屋里正有人洗账，烧得暖和着呢。我先给你念，一会儿换你给我念。哎呦，你瞧瞧，你细皮嫩肉的，我们李三老师身上就全是疤，都是一家的兄弟，你们真的对他不好，可他还巴巴的把你当哥哥敬着，有这样的兄弟啊，是你的福气，对他好一点吧。这些人真是傻得可爱，陈乔说他是哥哥，他就是哥哥啊，而且为了陈乔，他们敢于出言相劝。他似乎理解了为何陈乔喜欢待在黑风寨。此时此刻，周文墨有些羡慕陈乔，真希望也有人不在意他的身份，真心实意的待他。啊，换你给我念了，不许耍赖啊！
看你挺文弱的，手劲儿还挺大，呵呵，手劲儿大好呀，解乏。陆七叔，我哥呢？啊，之前我看他挺胖的，进了澡堂才发现啊，是穿的衣服厚，身子骨挺弱的。我怕他着凉，就让他先去你房间了。谢陆叔，我哥他洗澡的时候脸色怎么样？挺好的呀，还给我捏肩，帮我擦背了呢。啊，陆七叔，你胆可真大，你知道吗？少爷10几岁时出门游玩，同行人只是瞪了少爷一眼，京城那位老爷的暗线就把那人腿打断了，足足让他在床上休养了3个月才能下地。你敢让他给你捏肩擦背，你小命还想不想要了？哦，对哦，现在暗线是我自己。哎，还好。李三老师咋了？少爷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陈乔啊，这里挺有趣的，明天除夕我就在这里过，可好？这可咋整？万一黑风寨有人得罪少爷，京城那位得把这群人的脑袋都砍下来。想想大家的头排成一排的样子，陈乔就浑身发抖。怎么？我不能在这里过年？不是，每年除夕您都要在周家过的呀。你回去一趟，找人递个消息去周家，就说我不在家过除夕，其他事不用你管。谁啊？我是李二。你找我有事？不请我进去坐坐？姐姐，进来吧，坐。沈桃看着他的一举一动，心想，都是一个娘生出来的，李二和李三可太不一样了。李三虽然极力压着天性，可行为举止都透着一股野性，而李二完全不同，虽然长得普通，丢在人堆里就泯于众人的那种，可举止端方有礼，气度出尘，更像大户人家的少爷。你找我有事吗？不瞒姐姐，的确有事相求。我家三弟来到你们山寨后，每次与我相见都会说咱们山寨怎样好，怎样团结，怎样上进。他说在这里上工心情愉悦，宛如家人。我就想着，既然咱们这里这么好，我能否到这里上工？不瞒姐姐说，我虽不会武，但学识绝对不差。你小子弱不禁风的样，能干啥呢？我们黑风寨的人需要学识高的人教吗？你是做饭还是会推销啊？亦或者你木匠手艺了得？姐姐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会算账吗？会。就你了。老六叔这个账房先生太差劲了，早想蹬了他。蹬了老六叔真会哭给沈桃看，还会把大鼻涕抹在他身上。不过嘛，这个事儿好解决。姐姐，那咱们就说定了。既然我已入了黑风寨，又正好有空闲，可否将账册拿给我看看？莫急，先给你安排住所。建房子时正好留下2间空房，你看看想选哪一间？鲁七叔！啊，鲁七叔呢？鲁七叔，桃儿喊你。桃儿，你喊我？客房备下的被褥呢？快拿来铺上。给他？这都过年了，他不回家，还打算在这里住下了？鲁七叔客气点，这以后也是咱们黑风寨的人，给咱们当账房先生。鲁七立马笑了，账房先生好呀，让老六叔每天炫耀自己的活清闲，把他职位给抢了，让他清闲个够。老六叔，账册呢？拿出来。你要账册干啥？老六叔，你每天多忙啊，又要管账又要管钱，每天还要读书练武，还要下山演出，好不容易有点功夫，还要来造房帮忙，你都累瘦了。瘦了吗？瘦了，你再继续瘦下去都脱相了。再说了，老六叔，咱们黑风寨的木匠生产组、大奎的售卖组、鲁沈的带货组、鲁齐的后勤组，还有演员组，那都是有组员的。你瞧瞧你的账房组呢，就一个人撑起大梁，手下一个人都没有，凡是亲力亲为，我都看不下去了，这不公平啊！老六说原本没想那么多，现在被沈桃一说，他当真觉得委屈极了。对呀，人家都有组员，凭啥他没有？不对啊，凭啥我没有啊？桃儿，你得分我一个人。必须的呀，我给你找到了，就是李三老师的哥哥李二。他总是欺负李三老师，人品不行，我不要，换一个。老六叔，李二能写会算，账本交给他，钱还是你管着，往后有个支出先到你这里报备，你交代他记账，再把银子发出去。说来说去啊，你还是老大，而且李二不是总欺负李三老师吗？他在你手下办事，你不就能名正言顺的给李三老师找场子吗？桃儿这思路对呀，没错，就是要搓磨他。
给李三老师找场子。那好吧，他人在哪儿呢？我要把账册亲自交到他手上。我写的字，只有我亲自解说，他才能看懂。我就说老六叔是个深明大义的人吧。走，拿着账册和纸笔，咱们去找李二。来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老六叔，是我们黑风寨上管账目的。这是李三老师的哥哥李二。账本呢？拿出来啊。No。李二先生，这是我们黑风寨的账目，您不是说有空吗？麻烦您帮忙整理一下。老六叔写的东西只有他自己能看懂，要想捋清账册，还需他从旁协助。从今往后呢，账目交由你管，至于银钱呢，还是老六叔管。相信你们俩一定能把账目组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。李二先生，老六叔年岁大，脾气也比较急，凡事多担待。那是自然。那你们忙，我这就出去了。那给你重新抄腾账册的纸。他悄悄地把耳朵贴在门上，想听听里面的情况。姐姐既然来了，为何不进屋呢？刚到，也是刚到，怕你们算账烦闷，给你们送些小食。你们继续。还说不忙着整理账册，我屁股还没坐热，就把账本送来了。还不是看你闲，到我们黑风寨的饭那么容易吃到嘴里啊？你说什么？我没有听清楚。老六叔汗毛一下立起来了，他感觉李儿就是个变态，脸上并无表情，甚至连声音都平淡至止。可老六叔就是感觉，如果他敢重复一遍，李儿下一秒就会抱起，拿凳子把他脑壳掀开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好人不和疯子为敌。没说什么，没什么。老爷，大少爷，有个路人受人所托来送信。出去吧，无事发生，无需惊慌。爹，是谁的信？文墨的。文墨说外出有事儿，除夕夜就不回来了。文墨不会遇到危险了吧？前阵子有人登门送礼，全都是贵重物品，还有数十张大额银票，应该是京城那人给文墨送来的。文墨向来懂事，除夕前离开，应是京中来人相见。爹，既然京中那人如此重视文墨，为何不接回去？不该你打听的事儿少打听，更不要出去胡说八道，否则会连累周家。当年京城那人四面楚歌，才不得已把他暗中送出来，对外只说稚子夭折。现如今情形好了一点儿，但也只是一点儿，还不是接文墨回去的好时机。沈桃传来之后，黑风寨才开始记账。周文墨只用了2个时辰就把账册整理出来了。咋了？哭丧着脸。我爹让人来接我回家。回家是好事啊，谁过年不回家呀？我不想回去，家里无趣极了。哪有你这有意思啊？我都能想到除夕夜我家的菜单，有鸡，有鱼，还有一盘炖的软烂的猪蹄子。我娘大年夜忍不住困就去睡了，我爹端着画板子看得津津有味。能回家的下人都回去了，回不去的也都聚在一起吃酒。对我来说无趣之极，大年初一初二还要拜访各路亲戚。别让人等急了，快回吧。对了，你是不是要给你舅舅拜年啊？正好可以打听一下咱们上次商谈的事进展如何。那好吧，我走了，记得让老六叔和卢奇说他们想我。办妥了？少爷，已经办妥了。既然在黑风寨，咱们主仆的礼节就免了，你就喊我哥哥吧。拿着这个去和暗部联系，让他们查一下沈桃最近和徐以德商谈了什么事，趁着夜色去，速去速回，别让黑风寨的人起疑。李二先生，既然留下了，就是一家人了。按照习俗，大年30要包饺子，你也一起来啊。不会包没关系，我教你。包几个带铜板的饺子。哦，这是何故？当然是讨个好彩头啊。谁吃到带铜板的饺子，寓意来年能发大财赚大钱，身体康健。哈哈，我一定多吃几个饺子，一定要吃出带铜板的。我也要吃到，那咱们就比一比，谁第一个吃到。你们先吃啊，这后面的马上就好。不急，大年30我们等一等又何妨？咱们一起吃，看谁能吃到彩头。陆琪，你是担心你婆娘吃不到吧？开吃。怎么样，有吗？你不也没有吗？要是有，你早叫出声了。嘿呀，恭喜发财呀！李二先生，来年你要发达了。你运气真好，第一口就吃到铜板。
兆头好得很，来年身体康健，财源滚滚。不行，李二先生都吃出来了，我不服，我们后勤组的人也必须吃出来。所有后勤组的人，加把劲儿啊！得嘞，饿死我了。今儿可被你吃到了。临近下午，黑风寨院子传来了马匹的长嘶声。冯公子，大过年你不在家，怎么又跑上来了？当然是有好事儿。沈桃呢？桃儿在房里烤火呢。你咋回来了？桃儿，有好事儿。我今天上午去舅舅家溜达，舅舅说你们的户籍下来了，原本要等到年后才会通知你们，可我想着你可能等不及，就央求了舅舅。我就说了，县衙里有人轮值，他交代过了，可以让咱们今天取出来。走啊，那还等什么呀？话说，海边一颗巨石被海水日夜冲刷，吸收天地之灵气，大海之精华。忽然有一天，雷声翻滚，一个炸雷自九天劈下，一道白光晃得世人睁不开眼。这炸雷呀，不偏不倚，正中海边巨石之上，一时之间天地变色，云层翻滚，只听咔嚓嚓的声音，巨石被劈成齑粉，一道身影飞出。今天先到这里，咱们该准备年夜饭了，以后有机会我再给你们讲后续。啊？就不讲了？你们猜桃儿那个布包里装的是啥？不会是要给咱们发红包吧？是不是谁第一个拜年，谁的红包最大？兄弟，挑我的。桃儿，新年快乐，万事吉祥。笑啥笑啊？咱这对桃儿表示恭敬和感谢。伯父你们也来。陈老六，年46，户籍归属楚州郫县，是我的户籍。来，大家伙，端起你们的酒，咱们碰一个。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只要是哭鸡好尿的，罚酒。等我把户籍收好，再回来碰杯。姐姐，感谢你的收留，祝你新年快乐，万事顺遂。万事顺遂。今天是初一，周文墨和陈乔谎称要回家看看，就跟沈桃告了假。少爷，起来回话。少爷，已经查出来了。腊月28那天，冯家公子带着一位女子前往徐以德的府邸拜见。当天下午，徐以德就向全通银号平县分号的掌柜李台递了拜帖。李台当晚在庆丰楼设宴，宴请徐以德，两人密谈许久。第二天，李台就召集人手开始测算。我托人打听了一下，李台是在预估平县百姓手中存银，并计算存入和拆借银两给百姓的获利点。我记得全通银号是我父亲的产业，给他写封信，让他关注下平县分号的动向。是。新年快乐，这几天没什么生意，你休息几天，初6再营业吧。哦，谢少爷。日子平顺溜过，转眼到了2月底。来，翠兰，把玉米棒子掰下来。东家，还是你来吧。那我可就上手了。翠兰，你总是担心这2种植物只开花不结果，人家的果实可是长在地里的，你翻开看看。东家，确定让我来？1个、2个、3个，一堆。既然这么多嘛，东家，这确定能吃吗？当然啦，不仅能吃，还很好吃呢。只是咱们需要留种，没法让你品尝。等以后结的多了，我让你吃个够。这1株就能结这么多，还结得这么大，要是能吃，我们农户就再也不用挨饿了。风明，你知道去哪儿买地吗？需要找你舅舅批吗？这事找他还真没戏，平县的地都是由百姓耕种，你要是想买荒地，倒是可以和我舅舅说，只是开垦荒地不是件容易的事儿，头几年别想有好收成。你若是诚心想买地，我家里倒是有一些，都是我娘的陪嫁，每年都另给百姓耕种。若是你需要，我可以说动我娘卖上几百亩给你。沈桃嘴角抽动，冯明家可真是财大气粗，几百亩都说得轻飘飘的。现在地价如何？有一次我听我爹说，肥一些的土地大约是12两一亩，瘦一些的也要卖到10两一亩。那好，冯明，你帮我跟你娘商量一下，看能不能买200亩。好嘞，我这就下山和我娘商量。约莫下午，冯明从平县返回。桃儿，我和你说，我娘同意了，你有时间咱们随时可以去县衙过手续。行，明天就去。咱们早就商议过，手里的余钱要买地，现如今已经找到人脱手。明日咱们放1天假，
大家跟着我去县衙办手续。我决定买肥田，12两一亩，手里的钱刚好可以买200亩。黑风寨现在有58人，但是这钱呢，是我们原始53人赚下来的。李二先生、李三老师、蒋昭、蒋盼还有翠兰，你们来得晚，这地暂时不能分给你们，等下一次再分地时，自然有你们的份额。53人，每人可分到3亩7分地。这地虽然写在每个人的名下，可还是需要黑风寨集中管理。但凡谁想要脱离黑风寨，可以到我这里取回地契。大家有意见吗？没有，黑风寨的事儿全听你的。好，既然没有，明日一早咱们就去县衙。翌日，沈桃找到冯明的娘亲，拱手拜谢。沈姑娘，你不必客气，你替明儿解除顽疾，我感激不尽。不过是出让一些土地给你，你不必介怀。就是啊。冯夫人，以后有用得到我的地方，一定要知会一声。隔日，他兴冲冲地拉着冯明去看地，打算规划一下怎么耕种。我自家的地每年交了赋税，就没剩多少，根本不够一家吃啊。租种冯家的土地虽然辛苦，多少还能余一些粮食，让家人不至于挨饿。现在他们把地卖出去了，我那一大家子人可怎么办呀？我家也是这个情况，你们知不知道是谁买了这块地？咱能不能跟他商量一下，继续租他的地呀？莫说咱们不知道是谁买了地，就算是知道了又如何啊？冯家与人为善，租金只收3成，比其他员外都低一些。换一个人能体谅我们农户吗？若是租金再往上抬，咱们耕种1年1口粮都剩不下。桃儿，要不你还是把地租给他们种吧。黑风寨的人有别的活计要忙，也没空侍弄庄稼。大家伙莫急，这块地是我买下的。你年纪轻轻，看衣装也并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你说地是你买的，你不是诓骗我们的吧？不瞒各位，我是黑风戏楼的掌柜，我姓沈，名叫沈桃。我身边这位呢，正是冯家公子，有冯公子在场，我还能诓骗了你们不成？没错了，我说咋这么眼熟呢？我年前上县城买年货，路过一家酒楼，正赶上什么演员见面会，我就在酒楼外远远的瞧见过他，就是他带着演员们进了酒楼。沈姑娘，今年这地能不能继续租给我们耕种啊？当然，你们租冯家土地交3成地租，到我这里也不变。我之所以买地，是打算培育新的粮食品种，不过现在还在试种阶段，能不能成功还看耕种的人细心与否。我有一个提议，若是你们还想租我的地，就要帮我种上半垄的新品种，新品种结出的粮食当一部分地租抵给我，可好？粮食抵了地租，再交了税，所剩收成不过是几垄地的。若是这新品种下去，结不出粮食可怎么办呢？只要和你们的田一样精心伺候，必是能结出粮食。我会定期来检查，若是打不出粮，收地租时我适当减免即可。不过你们可不要对外给我张扬说我减了地租啊，倒是别家土地的租户闹着要减租，旁人找到我头上理论，我可就要给你们涨租了。不会，我们保证不说。那好，明日你们拿着与冯家的合同再来这里，我按着那份合约重新给你们写过。谢谢沈姑娘了。她，你培育新的粮食品种为何要与他们说？咱们自己偷偷培育，互通卖大价钱不好吗？若是提前和他们说了，万一他们偷偷留种，岂不坏了你的大计？培育种子本就是为了百姓能种出更多粮食，留了就留了，不需要苛责。都说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，我还没有到兼济天下的程度，可一点种子还是能舍得出。从没有听父亲说过兼济天下这样的话。将士以性命保卫边疆，读书人登上朝堂，想开创太平盛世，福泽百姓。他们商人能做什么呢？冯明第一次认真思考这个问题，是不是跟着他，看着他，自己也能为一方百姓造福呢？姐姐，何事如此慌张啊？我有事和你商量，去你屋吧，正好你屋里有纸笔，省得再取。这是咱们屋后不远处的景致，你看这里山峦错落有致，你看这里平坦且树木稀少，这里呢可以挖水塘，这里呢圈地养鸡羊，还有这儿可以搭个茅草屋。姐姐，你是想扩建寨子？和你商量个事儿啊。姐姐但说无妨。你以后别叫我姐姐，我听不惯。那叫什么？反正你别叫姐姐，和旁人一样叫东家，叫沈姑娘或者沈桃，桃儿也行。就沈姑娘和东家都显得生疏，我正巧大你1岁，就叫你一声桃儿吧。我想
在这里弄个旅游景点。何为旅游景点？就是供那些公子小姐出游玩乐的地方。哦，明白。对，你画的真好。对了，这里画个观景台。李二先生可太可了，这简直就是一幅建造图纸啊！辛苦李二先生了，这张手稿我先拿走了，你身体羸弱，在屋里歇着吧。前脚画完图，后脚就把我给蹬了。陆琪，哎，我说桃啊，为啥你每次喊我都处在如此尴尬的境地？桃，你刚才找我，那你看看。桃，你这是要……冬天过去了，平县的公子和小姐们都要出来放风了。咱们这地方山清水秀，正好适合打造一个游玩场所。你们后勤组从今年开始就按照纸上所绘制的进行建造吧。线下山上光秃秃的，就算建成了，能有人来吗？建造需要时间，等你们建好了，山上都绿了。再说了，你天天在这里都看腻了，岂能看出其中的好？游玩一事，就从自己待腻的地方去到别人待腻的地方。黑风寨的人风风火火地干起来。距离小燕子传奇已经过去了2月有余，是时候让黑风戏楼再演一出戏。冯明看了沈桃画的奇奇怪怪的东西，一阵好奇。哎，桃，你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？喝茶的。你确定这个10年也是喝茶用的？你别看我见识少就诓骗我啊！真是喝茶用的，等打造出来，我专门请你喝茶，让你看看用法，好吧？那行，走吧，我带你去定制。你看，那个和我家用的一样，我家就是在这儿订的。我敢说，全平县有钱的富户都是在这里订的用具。这位公子想买点什么？掌柜的，麻烦您给看看，这些东西能定吗？请问这位姑娘定制这些有何用啊？你管这些做甚？你只说能不能做吧。公子莫气啊，自然是能做的，只是要耽搁几日，价格也略贵一些。这些够吗？走出门，沈桃又拉着冯明去买茶。茶的种类很多，沈桃只挑了些中等品质的茶。桃儿，你订茶具舍得花银子，怎么买茶却抠抠搜搜的？抠？这叫节俭。茶具能一直用，自然要买好的撑场面。茶可是消耗品，还是用来招待游客的，买好的岂不是亏了？美女的事儿你少管。对了，咱们这儿的文人大多在哪里聚会啊？平日他们都要去书院读书，除非有人专门组织，否则不会聚会。那咱们平县最有名的书院是哪家？我想去拜访。莫非平县没有出名的书院？自然是有的。春心书院是平县最出名的书院，这个学堂的创始人被世人尊称为竹柳先生。他曾入朝为官，因看不惯官场尔虞我诈而请辞回乡，开办了春心书院。他为人刚正不阿，招收弟子必须要有真才实学，还得通过他专门的考核。想见他的人太多了，只是见他着实是个难事。求见者需要对得上他的诗，还要求工整，合他心意，且必须是求见者本人对出来的，他才会见。呵，退！他上了那么多年学，但凡考点别的，他都不至于答不上。走，咱们去黑风戏楼。到了黑风戏楼，沈桃拿出纸笔开始书写，写的是一道困扰现代人的数学脑筋急转弯。村民张三手里拿着一条价值8文钱的鱼，准备拿到集市上卖。路遇同村的李四，他以9文钱买下张三的鱼。张三路上又遇另一卖鱼者，他以10文购得，在集市上11文卖出。有人说张三赚了2文，也有人说张三赚了1文，还有人说呢，张三赚了3文。各说各有理，请竹柳先生指证张三到底赚了多少文。你问竹柳先生这个问题岂不是小题大做啊？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张三也是赚了1文钱。不信你听听我的算法啊，8文的鱼9文出赚1文，10文再买入赔1文，11文再卖出赚1文，赚2文赔1文，总体来说不就是赚了1文吗？你若换一种思路呢，把这当成2次不同的交易来想。第一次价值8文的东西9文卖出赚了1文，第二次价值10文的东西11文卖出又赚了1文，这不就是赚了2文吗？桃，你说的也有道理啊，那答案就是赚2文吗？若竹柳先生的答案真是赚2文，那就有意思了。先不说这个了，冯明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把信送到春心书院再回来找你。来到了春心书院，
你找谁？听闻竹柳先生学富五车，我等遇到一难题，已写于信中，恳请竹柳先生能帮我做主。我不确定竹柳先生是否会看，我尽力给你递上去，要不你明天过来等消息。何事？先生，书院门口来了一位姑娘，她说有一难题无法破解，想请您指点。拿过来。活得久了，什么事儿都能遇到。来拜访我的多是想和我攀关系，写信给我的定是要宴请于我，反正都是有事相求，倒是第一次碰到求我解题的。有趣，当真是有趣。好了，你先下去吧，这当真是难题呀，老朽也要细细思考。1文2文尚有道理，说赚3文简直是狗屁不通。先生真是有雅兴，也不怕风大伤了身子。蜀江，你来的正好，今日有人给我传信，问了我一道难题，你过来一同看看。这明摆着就是赚了2文钱，这有何难呢？不，背后出题之人实在不简单呐。从表面上看，这人分别2次各赚1文，一共赚2文。可从大局来看，他赚少了，赚少不就是亏了吗？莫老，这作何解？一条鱼价值8文，最后一次交易他却11文卖出。买鱼的人是傻子吗？实乃这鱼值11文。张三若是探听好市面价格，8文钱的鱼就可以以11文卖出，岂不是能赚3文？结果他费心费力交易几次才赚到2文钱，岂不是亏了？莫老说的有理。把这封信抄誊几份，送去给学子们讨论。我呀，对这个出题人感兴趣了。隔日，沈桃再次来到了春心书院，他不是来等结果的，而是来送信的。信中依旧是一道难题，恳请竹柳先生帮我等破解1文钱消失之谜。题目是：3名男子一同住客栈，有带3张床的房间，需要30文一晚。3名男子每人出10文钱，住下了。傍晚时，掌柜家人来报信，说他家夫人给他生了个白胖儿子。掌柜心中高兴，决定给住客栈的人减免几个铜板，讨个吉利。故而他差遣店中伙计取5文钱返还给3位。伙计拿着5文钱，心想3个人5文钱，这也不好分啊。他心中起了贪念，偷偷地藏起2枚铜钱，给3人各自返还1枚铜钱。3人原先住店各自付10文，被返还1文就是付9文钱，3个9文钱就是27文。伙计偷偷藏了2文钱，这就是29文。明明最开始3人共拿出了30文铜板，现在怎么只剩下了29文？消失的1文钱在谁手里？莫老师万万没想到，刚解决一个难题，就又送上来一个。他对送信之人越发好奇。莫老，来得正好。蜀江，快帮我看看这题，好生刁钻呐。他快速读过，整个人陷入迷茫。对呀，那1文钱去哪儿了？莫非在掌柜手里？不可能，若掌柜想贪这1文钱，何故要返还人家5文？不在掌柜手里，就肯定在伙计手里。他不只贪了2文，而是3文。我思来想去，这1文钱还是在伙计手里，他本就手脚不干净，肯定是他没说实话。题目严丝合缝，说他藏了2文，就是2文，肯定还有其他疏漏。莫先生，舒夫子在里面吗？轮到他讲学了，学子们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。在，让他们先温书，我这就过来。莫老，要不我拿去给学子们讨论一番，人多了总是有不同见解，说不定就想出来了呢。更何况人家出了难题，咱们春心书院要是答不上，那可就丢人了。拿去，蜀江等我也去听一听。这题一拿到堂上，学子们就炸了。一群人拿不出理由，只知道咬着一个思路吵，不堪大用。莫要躲了，你过来。莫老，您就饶了我这一次吧，我发誓我一定好好看门，再也不偷听了。既然你都听了，还听了许久，那你说说，这消失的1文钱到底去了哪里？哎呀，我让你说，你就大胆的说。
我家家境贫寒，我娘为了供我读书，就在集市上支了个摊子。平日我也会去帮衬，经常接触铜板。我听了里面的话，觉得这提出的不妥，刻意引导我们往别处去想，实际根本就没有那1文钱。哦，你说说，这题哪里不妥？最初3人住店，每人出了10文钱，一共30文，这个圈就代表30文，后来全交给了掌柜。后来他们每人回收1分钱，那每人出9文，一共27文，这个小圈就代表他们出的27文钱。这27文当中有25文是掌柜的，而另外2文被伙计摊下，所以根本不存在消失的1文钱。题目故意引导我们往错处想。你不错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的姓于，叫于修志。好，于修志，你是个好样的。明天你不用再看门了，进去和他们一起读书，书修就免了，笔墨纸砚由春心书院承担。谢谢莫先生，我往后一定用功读书。行了，起来吧，去找树江安排，就说是我吩咐的。送题的小狐狸说不准明天还会来，他一定要抓住这个小狐狸。转眼到了取茶具的日子。掌柜，我店的陶器做出来了吗？做出来了，我这就给您去取。难怪贵店生意兴隆，手艺当真不错。这位姑娘，有个事儿还想与您商议一番。您订的这些茶器，从图纸上看有些笨重，可烧制出来却端庄大气，浑然天成。我们能否烧相同的样子卖给其他客人呢？掌柜，我和你谈一笔生意，你大可以卖我这种茶器，可一旦卖出要给我抽成，我也不多要，只要你利润的1成，如何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每个月你到我这里算账就可。还要麻烦掌柜写个字据。你说这些东西是喝茶用的，现在瓷器都到手了，何时给我泡茶？还得去买几样东西，买到了才能泡茶。马车停在了春心书院门口。你找谁？麻烦你把这封信转交给竹柳先生。莫先生等的竟然是你，你进来，请随我来。莫先生，送信之人到了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小姑娘啊，你可把老朽为难坏了。接连2封信，老朽想的头发都掉了不少，只剩寥寥数根呢。你本来就头发稀疏，怪我了。那竹柳先生可想出了答案？自然，否则怎敢见你呀？还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？既然我害老先生掉了头发，那我请老先生喝一杯顶顶好的茶，可好？老朽一把年纪，但凡能叫上名的茶全都喝过。小姑娘竟会说好听的话诓骗老朽，你几次3番出题考老朽，不就是为了见老朽一面，求老朽办事吗？说吧，但凡老朽能办到，一定去办。我真没诓骗您，我这茶您保证没喝过。这样，以5两银子做赌，若是您喝过，我给您5两；若是您没喝过，您给我5两，可好？这可是你说的，茶在哪儿呢？那您得跟我走，我这茶可有讲究，非在那处喝不可。哟，说的老朽愈发好奇了。前面带路。小姑娘啊，你说带我来喝茶，就是在这里啊，倒是个好地方，人们勤恳劳作，可敬可佩呀。先生，不是这里，还要再往里走。站在观景台上，莫老眺望远方，视线豁然开朗。不是说喝茶，你怎能带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过来？您老别操心这些，只需等我把茶煮出来。你去外面捡点茶，把地上的炉子引燃，烧上一壶热水。冯老，这叫制茶，若是有茶饼就更好了，没有茶饼，我就只能用些散茶替代。先生，这叫烫盏，欲点茶须令盏热，冷则茶不服。这一步叫调高，凉茶受汤，调如溶胶。莫老，这一步需挑高在茶上作画，我本事不行，要不您来试试？这还能作画？
老朽活这么久，还不知茶能这么泡，高，实在是高啊！意境如此高远，老朽怎舍得喝呀？泡茶不就是用来喝的吗？莫老，您快尝尝。虽然苦，但是如此精细的制作方式，已经将茶的原味激发出来了。我也想学。老朽总认为见多识广，可现在看来啊，是老朽狭隘了。小姑娘，你不错，你很不错。对了，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。我姓沈，叫沈桃。老先生若是不嫌弃，就和别人一样，叫我一声桃儿。这有什么嫌弃的？叫桃儿显得亲切。不过你大费周章请老朽喝茶，怕不仅仅是喝茶这么简单吧？让莫老看出来了，我这地方搭了观景台，还有茅屋点茶，外面还有水塘，还养了家禽。平县的公子和小姐们若是不嫌弃，可以到我这里体验野趣。贵书院的学子们也可以在观景台上吟诗作画，天天读书也该换换脑子。桃儿说的对，老朽今日一来啊，便觉天外有天，也是该让那些学子们出来见见世面。不过你这小妮子古灵精怪的，应该不会自掏腰包让学子们来玩吧？老先生，你们春心书院是我的第一波客人，能不能打响名号就全靠你们宣传。所以你们春心书院的人一起来玩，我愿意自掏腰包，还让他们看看百姓疾苦。不过学子们要是觉得有趣，携带亲友的再来玩，那我可是要收银子的。好，3日后是我们学院的休息日，我们就定在那一日来。还请桃儿给我那些不争气的学生上一课。得嘞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冯明这厮是个能显摆的，就把周文墨、陈乔、鲁齐、老六叔全叫到了茅草屋里。哎呀，我说冯公子，喝你一杯茶也太麻烦了吧？等你弄完，等着喝茶的人都渴死了。少爷，这里风大，您身子骨也不好，还是回去休息吧。陈乔啊，你觉得沈桃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桃啊，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，聪明的女人，是个大方的女人，是个顶好的女人。黑风寨里没人不喜欢她，谁要是娶了她呀，三生有幸。少爷，你不会陈乔，你是知道我身份的，你也知道我在这里待不久，早晚要去往那浑浊之地与人争名逐利，家里还会为我寻个门当户对的贵女，即便没有感情，也要让2个家族互相加码。沈桃是个自由的人，甚至比更多男儿都有志向，她不该待在后宅。我不会那么自私，也不能那么自私。最近这段时间我很快活，从来没有的快活，只是这平静的日子就快结束了。少爷，京城那边准备接您回去了吗？下月底京城就会来人，临走前帮沈涛把银号的事办妥吧。曾经的他一直期盼能跟少爷回京城，辅佐少爷建功立业。现如今他犹豫了，心里还有隐隐的抗拒，只是不能说出口。他走以后，谁来教黑风寨的人写字？又有谁来教黑风寨的人武功？他的房间还会给他留着吗？一会儿春心书院的学子们就要来了，这是我们的第一批客人，所以我们要拿出态度。我昨晚怎么教你们的？老六叔，说来听听。见到客人要礼貌，要微笑，语气要欢喜。鲁齐叔，有要补充的吗？当客人需要帮助时，要尽善尽美。他说想上茅房，就要亲自把他带到茅房门口，不能随便一指了事，还要见缝插针地向客人推销我们自己。好，解散。春心书院的人马上就到，列队，欢迎各位来游玩。春心书院的学子们，看我这边，这次由我带队，领着你们四处看看。想必各位都听说了，去年有流民进城，没吃没喝的，许多流民就想着进城讨生活，许多人找不到活计，为了一口吃的又偷又抢，导致平县人人自危。县令大人为了许多平县百姓能够安稳的过日子，不得不关闭城门。我们就是那些流民们，背井离乡，不得不在这个山头住下。不过县令大人也帮了我们很多，否则你们就见不到我们了。县令大人的功绩我们后面再说，可以先看看这茅草屋，这就是我们最初搭建的容身之所，各位可以进去看看。这茅草屋这么大的灰尘，能住人吗？你们没吃没喝，在这山上靠什么生活啊？找野果
啃树皮、打猎，但凡是能入口的，全部都往肚里塞。那后来呢？后来你们怎么办了？那你们瞧见那姑娘没？她呀，就是我们的领头人，我们全部都听她的。也正是在她的带领下，我们才吃饱了饭的。啊？你们全听她的？她那么年轻，怎么可能啊？陆婶子把沈桃如何发明跳棋售卖，如何在集市上教他们套圈，又教他们怎么卖豆腐，润色说了一遍。原来如此，我以为你们要么是传承几代富起来的，要么就是小富之家安居于此，没想到你们竟都是贫苦人。不得不说，绝处逢生，你做得很好。莫老谬赞。为了让学子们觉得此处有趣，黑风寨还设了跳棋比赛、套圈游戏。此处阳光正好，微风拂面，眺望远处，各自做一幅画吧。是谁在抚琴呢？是我们这里的账房先生。我本想在山下找一抚琴高手给大家助兴，没有想到我这账房先生倒是懂琴。今日献丑，夫子莫怪。一天到晚就献丑了，比我还讲规矩。这若是献丑，我春心书院可没脸立于世间。老朽可不等你们了，老朽要去喝茶听琴。沈桃准备请人抚琴，李二毛遂自荐，连琴都自备。沈桃就算再眼拙，也发现了李二的不同之处。日日跟随在李二身边的李三，能文能武，也不像普通人。两人应该不是兄弟，而是主仆。这对主仆并未做出对山寨不利之事，且处处为山寨着想。沈桃也就睁只眼闭只眼，毕竟黑风寨真没什么可图之处。老先生若是有空，一起喝杯茶可好？那就麻烦公子了。我的天，我喝了这么多年茶，竟不知茶能打出白色的东西，莫非用了特殊的茶？不像，我鼻子灵，刚开始制茶时，我闻到了淡淡的茶味，和我爹喝的茶一样。感情喝了这么多年茶，却不知道茶还可以这么冲泡啊！你们看他在干什么？他好像在茶上作画。这茶呀，我可是喝过呢。我不仅喝过，我还在上面做过画，就喜欢看你们没见识的样。乖乖，这茶这么美，得是啥味儿啊？你还想一口？我都不舍得喝，我光看着就心情愉悦。请。小小地方，藏龙卧虎啊！竹柳先生玩笑了，您能喝我的茶，我三生有幸。哎呀，我说莫老，你可别客套了。你要是不想喝这茶，就给我喝一口，我都快馋死了。在下还有事，准备先行一步。各位若是不嫌弃，可以亲手尝试这点茶之法。我来，让我试一试。你比我入学晚，你得谦让，让我先来。像什么样子？一个一个来。桃儿，这茶我喝过了，地方让给这些孩子。你不是有个鱼塘吗？带我去捉鱼，我中午想尝个鲜。好，咱们走。你们动作轻点啊，别把人家的东西弄坏了。你们若是想买相同的茶器，可以去吴阳巷，我就是在那儿订的。你呀你，这时候还不忘赚学子的钱。老先生，民以食为天，我不赚钱怎么养活这么多人啊？谅解一下。好，谅解。喝茶这般有讲究，想必很快就会流传开。我必是要去吴巷买上一套茶具，回家好好练习，到时让我的朋友们也开开眼。程兄，你去买的时候叫上我也要回去练习。不得不说，这点茶之法当真精妙。看了刚才那位兄台点茶，我都觉得这么多年的茶都白喝了，如同牛饮呐。学子们，这一环节结束了，咱们前往下一个地点吧。婶子，下一个玩什么？这都晌午了，该吃些东西了。你们瞧见那个山坡了吗？那里有水塘，还养了家禽。我们东家说了，今天午饭吃什么，可就全靠你们自个儿了，抓到什么吃什么。咱们分工，你去抓鸡，你去抓鹅，你还有你，咱们一起抓羊。怎么，学子们弄得不好吃？吃了一口他们烤的玩意儿，我现在看到路边的野草都觉得鲜嫩可口。这次没白来啊，
我看到了我们书院还有学子的不足之处。这些学子若真考出功名，那是要当官的。当官的不知人间疾苦，岂不祸害了一方百姓？以后我要常带他们出去，还要教他们烹饪，去京城赶考。万一遇到点意外，岂不是连口饭也吃不上？对，还得锻炼体魄，抓个鸡抓个羊都累成这般，不堪大用。用过午饭都过了未时，莫老提出离开。学子们意犹未尽，偷偷和卢婶的打听，问以后能不能带朋友来玩。能，当然能了，我们还会安排更多的东西呢。欧阳向陶器店，掌柜，这些摆哪儿啊？放最下面那排吧。几位公子想买什么？泡茶的，就是那样的壶，还有那样的茶盏。您得说具体一些，要不您看看这货柜上可有您说的？哎，那个，就是那个。大陶炉、大陶壶用来煮水，小陶炉、小陶壶制茶，茶盏我都要几个。掌柜，你一起算。公子说的可是这些？战士，我来一套。我也来一套。掌柜的有点懵，发生啥事儿了？怎么这么多人要买这款？石臼、石碾、石磨，这里有吗？这个真没有，你们去石器店问问。你们怎么不备齐啊？还要我们再跑一家？掌柜，你真是有钱也不会赚。掌柜的被那学子说的一脸懵，怎么就有钱不赚了？钱到底去哪儿赚啊？还有人嫌钱多摇手？头儿，这怎么不上客人呢？咱们筹备了那么多，这要是不来人，不白忙活了吗？莫急，你得让学子们把牛吹出去吧。这几天他们都忙着读书，你们稍等几日，让消息酝酿酝酿。对了，前几日学子们做的画放在哪儿了？寨里有人觉得好看，你就拿回去贴自己屋了。咱们不是空着很多茅草屋吗？把那些画全都挂进去。这可是春心书院的学子们画的，有影响力着呢。就在这时，黑风寨里来了个骑马的中年男人。这里有一位姓沈的姑娘吗？我姓沈，敢问这位大哥寻我有何事？竟是这么年轻一姑娘，你们这地方可太难找了。若不是东家跟我说山脚下有个摊子，我还不一定能找到呢。翠兰，去给这位大哥倒点水。他谁呀？我也不知道，等等看他怎么说吧。沈姑娘，我东家姓邱，你可知他全名叫什么？莫非是邱纯让你来的？您知道东家名字，那我就没找错了。沈姑娘，这是我们东家让我送来的，必须亲自送到您手里。现在东西送到，您可有话传给东家。一目十行的看完，邱纯这是给他送分成来了。怕沈涛怀疑，他还罗列了一些账目。小燕子传奇在孟浦县大获成功，我已经拿出利润的一部分，在几个村里开设了免费学堂。线下我准备将小燕子传奇开到京城去，赚取更多钱财，铺路修桥，造福乡里。邱家先祖大义，我等后辈也愿效仿。蒙亲点醒，实乃幸事。先按约定拨付利润的30%，白银1900两，特派亲信之人送到你手上，盼回信。你帮我回去告诉你东家，此一去山高水远，盼他万事小心。得嘞，那我先行一步。看到没，有钱入账了。啥意思啊？无缘无故给我钱？说吧，你是不是有事要求我？求个屁！开戏楼是不是说好了吗？戏楼所赚到的利润有你20%，本该分你380两，可看你最近帮黑风寨揽了这么多活的份上，直接给400两。你要是不想要，那我可收回来了。你冯家家大业大，肯定不在乎这仨瓜俩枣的。给了我就是我的了，你还想拿回去？没门儿！桃儿，冯公子，这是有喜事吗？美女和帅公子的事儿，你少管。怎么说话呢？快给李二先生道歉！你打我！你竟然打我！道歉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行了吧？别和他一般见识，那就是个没心眼的孩子。感觉桃儿在阴阳少爷。哼，冯明没心眼儿，意思他家少爷心眼子贼多呗。冯明跑下了山，倒不是真和沈桃置气，他和沈桃的关系，按他自己总结，那是过命的。毕竟把他肚子刨开的时候，他差点把命给沈桃，所以一点小事无需计较。他下山呢，主要是回家跟他爹娘显摆，
毕竟咱腰包又鼓了。李二先生，只有笔钱要入账，您这会儿忙吗？啊，不忙，随我来吧。陈乔就有点无语，刚才还忙着下山，打算亲自挑选一个忠心的账房先生送到黑风寨接替他。现下桃问他忙不忙，他又不忙了。少爷的心思好难猜啊。入账1900两，但之前和冯明有约定，7楼赚的钱要分他2成，毕竟铺子都是他提供的，所以我刚才给了他400两。不该是380两吗？你就记380两，剩下的20两从我个人账上走，算我的支出。沈桃走自己的账也要给冯明钱，周文墨心头很是不快。都是朋友，为何厚此薄彼？他对冯明那么好，对他却一点都热络不起来。桃儿，你这是在教我做假账吗？这怎么算是假账呢？就是我从账上拿了20两，又给提成380两，一共400两。好吧，下不为例。好兄弟，讲义气。没事我就出去了。少爷疯了，挨了下打不但生气，还挺高兴。莫非少爷喜欢这样的相处模式？少爷，咱们还下山不？你说呢？还不跟上？唉，心真累啊。少爷的心思你别猜，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。爹娘，你们都在哪儿呢？明儿回来了，快去换身衣服，咱们去喝喜酒。啊？喝啥喜酒？喝谁的喜酒？是你姨母的儿子成亲。娘，徐家不就只有你和舅舅兄妹2人吗？啥时候冒出个姨母啊？我咋不知道？是我叔父的女儿，我的堂姐，早年远嫁到京城，才回来不久呢。你还没见过，自然不知道。啊，那在京城好好的，为啥回来了？嘘，小声点。你姨母是个可怜人，男人几年前患病走了，这些年夫家败落，不得已才投奔娘家。你姨母家的表哥15岁就考中了秀才，学问高着呢。他娶的是举人老爷的女儿，听说那举人老爷在朝中还有好友，说是你表哥在明年的乡试中考中举人，有他岳丈作保，朝中大官随意安排一下，至少是个8、9品的官。你表哥若是不想这么早做官，那继续往下考，保不齐几年后就成了状元。你小子给我老实点，千万别得罪了姨母一家。行，不就是吃席吗？我闭紧嘴巴，专注吃席。你小子就不能安稳一点？今天来吃表哥的婚席，你心里不着急啊？你和沈姑娘的事啥时候定下来呀？用不用我去和你爹娘提提？哎，舅舅，你也知道我头些年什么样，见天挺着个肚子，哪儿也去不成。现在病好了，我还想多玩几年呢，把以前没玩的全都补回来。再说我和桃就是合伙做生意，我跟着他学到了不少新鲜玩意儿。哎，最近我们弄了个风景园，打算引那些公子小姐们过来玩呢。沈姑娘头脑是比你灵活，不过这风景园可不是那么好做的，就那片山头也没什么名人去过，也没什么好玩的，谁会到那儿去喝西北风啊？谁说没名人去过？前几天桃就把竹柳先生请来了。啥？竹柳先生都让他请动了？你说说你呀，有这么好的赚钱机会，怎么不告诉舅舅一声啊？现在人家都建好了，竹柳先生都请了，说啥都晚了。下次再有这种事，你得提前跟舅舅说啊。知道了，舅舅。对了，上次和你商量的事怎么样了？你当舅舅为啥这么高兴？莫非是办成了？那是自然，全通银号打算在咱们平县先推行，若是反响不错，还要向全国推广呢。哎，这消息还没放出来，你别到处宣扬啊。叔父，侄儿给您贺喜了，许久不见您老人家，身体怎么样啊？同喜，我身子还不错，倒是易德呀，你又圆润了些。叔父您先忙着，我进去帮堂妹招待客人。快进去吧，都准备好了，直接入席就行。嘿呀，原先听你们夫妻2人说找到了一位神医，把明儿的病医治好了，我还不信。瞧明儿现在活蹦乱跳的，我心里也替你们高兴。病都好了，明儿该好好读书，争取早日考取功名。这孩子呀，不是读书的料，现在正学着做生意呢。咱们徐家也算是书香门第，你哥哥也是一方父母官，明儿怎能不读书呢？经商有什么大出息？冯富家世代为商，他并不觉得商人有多低贱，
有钱有闲，多少人求都求不来。不过徐家这位叔父啊，一直瞧不起商人。与冯母成亲那日，他就领教过了。别往心里去，我叔父就是那样的人，读了2本书就自命清高，瞧不上行商之人。你也不是第一天知道，别板着脸了。知道了。那个就是我的堂姐徐倩慈，咱们成婚时她已经嫁到京城去了。你们是第一次见，待会儿可别叫错了。堂妹，咱们多年未见，你怎么丰盈成这样了？这2位是……瞧瞧冯明这孩子长得和妹夫真像。现在在哪个书院读书啊？明儿以前生病，身体不适，荒废了学业，现在正学着做生意，虽无缘科考，可以后也能继承他父亲的生意，我们也就没苛求。这怎么行呢？读书才有出息，经商那是下3流的人才干的。你们姐妹许久未见，想必有很多话要说，我们去和堂哥打个招呼。堂姐，今天客人多，你先招待客人，以后你若是留在平县不走，咱们还有的是机会叙旧。也好，还不愿意与我说话，瞧他那个得意劲儿，嫁与商人为妻，有什么出息？早就在父亲的信中得知，他那儿子不中用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若是我的博文考上状元，你们还不是要巴巴的求上来？呸！他怎么还不下马接新娘啊？对呀，傻了呀！呀，你咋还不下来？博文啊，起码没出什么事吧？你不会骑马，我本就不同意你骑马迎亲，偏偏你岳丈他不肯，说是摔下来，摔到了你读书的脑袋，我看他如何担待。我家博文他不会喝酒，我没让他喝过，他是个读书人，15岁就考中了秀才，以后是有大出息的。喝酒伤身，于读书不利，所以这酒啊，我替他喝。博文他娘啊，凡事都有个商量，今天是博文大喜的日子，这酒啊何该他自己喝，你可代替不了。怎么就替代不了啊？不信你们问问博文，他愿不愿意让我替他喝？全都听娘的。你们听到了吧？博文说听我的，那这杯酒啊，我就替他喝了。堂弟，咱们20年没见了吧？我还记得你小时候不爱读书，整日在外面与人玩耍，大伯气的拿树枝抽你，抽得你屁股上全是红印子。我是没想到啊，你那么蠢笨顽劣也能当官。既然你都能，我的博文博学多才，定能出人头地，给我挣上一个诰命。我考验过博文的学识，确实比你强些，你都能做到的事，博文也定能做到，还会比你强上几分。休养胡言，堂弟，倩慈他喝醉了，你不要和他一般见识。大伯娘死得早，大伯一个人拉扯你们兄妹，一个男人懂什么呀？你以前穿的衣服戴的首饰还不都是捡我不要的？现下你嫁了个经商的男人，倒是不得了了。瞧瞧那满头的珠翠，打扮得比主人还要显眼，是想抢风头吗？就你那满身横肉，谁能瞧得上你？眼睛瞎了吧？还有你的夫君，脸长如驴，偏你当个宝，走哪儿都看着，谁稀罕和你抢似的？儿子也是不通文墨，没有出息，不像我的博文。小子，你有空多和你博文表哥接触接触，别净和些没出息的人一块玩。哎呦，算了，你再把你表哥给带坏了。哼，叫你一声姨母那是给你脸了，去了京城一趟就觉得高人一等了？这世上之人只要想活着，那就离不开钱财。没钱你吃什么？没钱你喝什么？没钱你拿什么办酒席啊？对呀，办这个酒席也花不了多少钱。接新娘子的轿子是租的吧？轿帘都磨黑了，红灯笼和红绸也是买人家用过的吧？灯笼都挂灰了。表哥这身喜袍也是旧的，都不合身，边上还缝过。你身上的衣服看着华丽，也是压箱底舍不得穿的款式吧？都老旧了。明明没钱还要装清高，还想要排场，还处处瞧不起我们。想当年我外祖父分家时，分到的东西最少，良田、土地、铺子、房产全落到你们手里了。你们一天到晚以读书人标榜自己，整日吟诗作画，不求上进。结果呢，现在都沦落到办婚事还要用旧的东西的地步。就这，你还瞧不起我们经商的？你个孽障！你少在这里耀武扬威，你花的钱不也是你爹赚下的？我看家业传到你手里，要不了多久也会败光，到时候你穷的要饭，也别要到我家门口，我一口吃的都不会给你。呵，我花的是我爹的，这是我这个月赚的，确切说是分红，以后还有，我没用爹娘一分一毫，凭本事赚到的钱，现在还是小打小闹，以后会越来越多。毕竟自己赚钱了，
是该拿自己赚的钱好好孝敬爹娘。我们一家就先走了，没吃饱，去庆丰楼再吃一顿。姨母啊，还是多督促表哥读书，也好早些给你们挣到诰命。儿子太接气了，儿子干得漂亮，给你娘长脸了。我也没吃东西，去庆丰楼怎么也得把我带上吧。这一日是学子们休息的日子。苏兄竟诓骗我们！我家中略有田产，父母对我疼爱有加，我没别的爱好，一爱抚琴，二爱饮茶。不仅是这平县的茶，就算京城有名的茶，我也浅尝过。我还从未见过有人可在茶上作画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若非亲眼所见，我也绝不相信有人能在茶上作画。那茶打出细细的墨薄，如雪洁白，如雾飘渺，在上面作画，意境高远。若是陈兄你不相信，我可带你亲自一观。去就去，大家一起跟着去做个见证。若真有苏兄所说之茶，所有花费我一人承担；若是没有，苏兄，若是没有，就由我来承担。走。刚听诸位在楼上辩论，说有人可在茶上作画，我等能否与你们同去开开眼界？乐意之至，咱们就一同前往吧。这些少爷又放询假了，可不是嘛，经常能看到他们结伴走在一起。这呼呼啦啦一群人是要干嘛去啊？文人都那样，找个风雅的地方喝酒品茶，喝一次酒的钱够咱们摆摊干好几个月了。别羡慕人家了，谁让咱没投个好胎，吃苦受累的命呢？苏显摆指路来到了黑风寨。兄弟们，有游玩的马车上山了，快准备起来！卢婶在吗？能让他带我们逛逛吗？我这几位朋友想喝茶，能让婶子给安排一下吗？那位婶子今天不在山上，我让这位大叔带你们玩怎么样啊？是你？你认识他？是他呀，就是男扮女装演坏人，脸上还有一颗大痣，名字就在嘴边，怎么一时想不起来了？是你，荣婶子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我上次见你时怎么没认出来？荣婶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咱是名人，让人认出来了吧？哼，演个坏角色还被人认出来，也不怕把你拉到暗处揍一顿。荣婶子，今天你带我们玩吧。小燕子和紫薇呢？我们能在这里见到他们吗？老六说才不告诉他们，蒋昭和蒋盼在那边维护水塘，他们要是见了他俩，还有他什么事儿啊？各位学子们，要是想喝茶，还得容我们准备一下。我们现在有2个游玩套餐，不知你们选择哪一个呀？套餐？何谓套餐？上次来还没有呢，你说来听听。一个是文游套餐，一个是野趣套餐。文游套餐是作画、品茶、剧本杀、打麻将，1人1两银。野趣套餐是观景、捉鱼、套圈、捉家禽、烤肉，1人1两银。但是烤肉的价钱要另算，根据你们要烤的东西不同，价钱也不同。若是想2个套餐混着体验，则按每个项目收费。就文游套餐了，我们这里15个人，我先给你15两。您给的多了，稍等一会儿，我去把银子换开，照还给你。说着，他一溜烟的跑了。陈兄，这钱我先垫付，一会儿要是你输了，可记得把钱还给我哦。哼，那是自然。程兄，程兄，那边的人可是在叫你。父亲，正好遇到同窗，你们自己玩吧，我去找他。荣婶子，风景就别看了，作画也跳过，咱们玩剧本，剧本啥来着？好，那就直接玩剧本杀，等结束了咱们再喝茶。这么简陋，苏兄，你自己一个人上当还不够，还带我一起来，你这银子怕是打了水漂了。我手上有4人本、5人本、6人本、10人本，我看你们有16个人，要不就选10人本，外加一个6人本吧。荣婶子，你安排吧。你们看看本子封面，写着相同字的打圈围坐在一起。你们本子的封面相同，可每个人拿到的人物是不同的。记住，本子里就是你的新身份。现在你们不要说话，熟读本子，然后按照本子中的提示一步步来。10人本率先结束，将杀人者揪了出来。太有意思了，这是什么神仙玩法？我刚才好像体验了一把别人的人生。喂，陈兄，回神啊！我这个人物太惨了，我现在觉得自己也好惨。有意思吧？我带你玩的游戏，保证不亏。陈兄，怎么样？竟真能在茶上作画，无论是剧本杀还是这茶，
都让我觉得不虚此行。我刚才多磨了些茶，各位可以亲手一试。陈兄这是何意？这是我输给苏兄的，若是有多余，那是我感谢苏兄的。这一趟受益匪浅，是我浅薄无知了。荣婶子，我们都看会了，让我们自己试试吧。眼看天黑，老六叔和鲁奇不得不出言提醒：各位学子，今天要不就到这儿。荣婶子，我们还没玩够呢。天都黑了，再不回，怕是你们爹娘要数落了。啥？天都黑了？哎呦，可得走了，再不回我娘要收拾我了。这一天体验的新东西太多了，感觉过得好快，转眼就天黑了。一眼转的还挺久。下次我们再带朋友来。这日正巧路过全通银行，大家都来听一听，大家都来看一看啊！我们全通银号现在推行新的规则，你们可以把手里的银子存放到银号，没银子的人也可以到我们银号来借。啥？可以管你们借银子？这感情好啊！我正好缺银子，你们借给我吧。啊，你别走啊，你回来说呀。哎呀，一群莽夫，不可理喻！去几个人，把外面局面控制一下，让他们别叫了。我歇口气再出去说。都吵什么吵？想听规则，都给我站着好好听。再叫嚷，就给我滚！全通票号为了惠及百姓，特别推出了2种规则。第一种叫做存银，你们可以把银子存在我们银号，就以1两银子为例，存1个月，我们就给你10个铜板的利；若是存1年，就有120个铜板。10两银子存1年，就是1两0200文呐。嚯，我存1年就相当于白赚1两多的银子啊！大家听我说啊，咱们银号不仅可以存银，还可以借银子给你们，这就是第2种规则，叫借银。这银子怎么借呀？也不是谁都能借到啊，借银给你们，也要提前了解你们是否还得上。你们要把房契带过来，我们会上门估价，还要盘算你1年的记账。假如你的房子价值10两，我们银号就要留下房契做底，借给你10两银子。若是你一时半晌还不上，可以选3年、5年或10年还清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，你借了10两银子，准备借3年，3年的利一共7两半，所以共需偿还17两0500文。平摊到这3年的每个月上，每月得还486文钱。借5年，每个月只需还375文。若是你超过3个月都不还银子，我们银号有权利将你的房子卖掉来偿还我的银子。我就说你们没那么好心吧，借给我们银子竟还要利，让我们存银，10两银子1年才给1两0200文，钱借给我们10两银子1年就收2两半的利。对啊，存银给的利少，借银收的利多。哎呀，心真黑呀！还不上还要卖我的房子，那我能让吗？再说了，把银子存在你们银号，万一你们银号卷着银子跑了呢？我们上哪说理去啊？就是，咱们可别跟他废话了。迂腐，我们银号不赚银子，难道要做善事和西北风啊？外面借高利贷，10两银子借3个月就要4两的利，在我们这里10两银子借1年才要2两5的利，就分不出好坏来。你不是回家了吗？咱们上次和我舅舅谈的事儿办成了，他让我保密，我就一直没跟你说。今天我下山准备回家，正好路过全通银票号门口，银号掌柜正在跟百姓宣传存银和借银的规则。百姓的反应让我大吃一惊，他们都说全通银号黑心，存银给的利少，借银收的利多，差点闹起来。原本是想做点好事的，可百姓根本不理解。一个新事物出现，人们是需要花时间去接触了解的，要给他们时间，让他们想清楚从银号借银和借高利的本质区别。既然百姓存银可以得利，那黑风债的钱我得拿去生利啊！沈桃开始满院子的喊老六叔，老六叔正在兴趣高昂的教人家打麻将呢。桃儿，你喊我啥事儿啊？你们找个人接手，我要带你们去个好地方。桃儿，上哪儿去啊？去拿上银子，咱们存到银号里。啥？为啥要存银号啊？我听说往银号存放银子还要花银子呢。老六叔，现在存银子不但不花钱，还要给你银子呢。10两银存1个月，就给你100个铜板。咱们存1000两，1个月就有10两入账。你等着我马上就来。老六叔，
已经和我的小亲亲告完别了，走吧。第一次见有人把银子形容的这么清新脱俗的，真是浪费，这么好的菜叶子拿来丢。请问里面有人吗？我们是来存银子的。啊，有人，姑娘里边请。听伙计说你们是来存银子的，数一数，共有1890两之多。姑娘，您打算存多久？您要是不急着用这笔钱，您不妨存1年，这样给的利还能高一些。若是随用随取，利就稍稍低一些。一共1890两，其中1000两存1年，其余890两我们有可能会用的。好嘞，请您带着银子跟我过来。来了，乖乖，里面还有人锁着嘞。嘿嘿，当然了，这里每天都有大额银两流动，不只要锁门，还要养打手呢。这位姑娘要存银子，小叔我的，是隔壁房间。不小，老薛，得你给办。其中1000两存1年，剩余890两随用随取。陈生，谁叫我？孟浦县物字号38479，查一下，1000两存1年，可得利130两，没到日期不可支取。890两随用随取，1两银子1月利为10文，利截止你取钱的前1日，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一定要保管好，若是丢了，就没有取回银子的依据了，就办完了，银子就给人家留下了。喏，你拿着吧，丢了银子就取不回来了。别砸了！你儿子把我儿子给打伤了，到现在都还在床上躺着，你必须要赔偿50两银子，否则我就天天来砸你摊子。那天看到你儿子打我儿子的人可不少，你若是不赔钱，我就把你们告到衙门去，让县老爷抓你儿子下大狱去。我儿子打人，自然是他理亏，这银子是该我赔，可我实在拿不出那么多呀。你能不能少一些，再宽限我几日啊？哎呦，我宽限你，那谁宽限我呀？我可告诉你，我就给你7天的时间，你给不上银子，我就去报官。沈桃走上前帮男人收拾。姑娘，公子，谢谢你们帮忙啊，我也没啥能感谢的。你们坐下，我给你们煮碗面吃。来3碗面。这怎么使得？若是平常，我肯定厚着脸皮吃您3碗面。现在你正缺银子，就别推辞了。大叔，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吗？刚才那个女人是中士，和我们家住得很近，她也不容易，年纪轻轻就守了寡，独自抚养儿子长大。原本我儿子和他儿子是朋友，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的。前几日不知怎么回事，两人发生了冲突，我儿子一怒之下把他儿子打了一顿。我儿是好孩子，我知道的，他肯定也是气急了才会动手。唉，那孩子也可怜，腿断了，在床上躺了好几天，是该我们赔的，可50两实在太多了呀，我根本负担不起呀。邻里邻居的住着，实在不行就找人调解一下。我请了人调解，可他不依呀，咬死让我赔偿50两。请人调解不了就报官呗，你也不是不想赔，是他狮子大开口，让县老爷去判，判多少赔多少呗。我帮你去报官，只要你实话实说，县太老爷定能给你一个公道。小江，去倒水。小江，我现在要问你打人的事，你要如实回答。公子，您问吧。王小江，你和朋友打架，是你先动的手还是他先动的手？是我先动的手，可是后来他也还手打我了，你们看我的脸也被他打伤了。那他被你打成什么样了？当时我在气头上下手没轻没重的，我从地上捡了一根棍子打到他腿上了，我真不是故意要把他打坏的，你们相信我。我能问一下你为什么先动手吗？今天他娘去你爹摊子上闹了，说他儿子被打坏了，让赔偿50两，你要说出前因后果，我们才能想办法帮你。他是不是疯了？吓不成我爹就想狮子大开口讹诈我们一笔。吓我？小江，到底咋回事啊？钟平他娘最近总是过来对我嘘寒问暖的，我爹在外摆摊就没碰上，我还觉得他是热心肠，心里很感动。结果我在山上碰到钟平，他神神秘秘地问我爹喜不喜欢他娘，我当时就惊了，我说我娘刚走1年，我爹还不急着娶。钟平反驳我，他说1年怎么了，还说我娘那样的病秧子谁娶谁倒霉，
也就我爹能看上。他早就该死了，自己没有自知之明。若不是他一直拖着不肯死，我爹肯定能攒下更多的银子，这样他娘嫁过来，家底丰厚，就不至于吃苦了。他说的太难听了，我气不过就和他吵了起来。我们越吵越凶，他对我娘说出越来越多不敬的话，我实在气不过就动手打了他。肯定是我打了钟平，钟氏自觉嫁给我爹无望，这才狮子大开口，管我爹要一大笔银子。不行，我要求找他理论。你还嫌事闹得不够大吗？王叔，今天这事儿其实也有别的做法，就看你的态度了。听小江意思，这个钟氏似乎对你很有意，若你也对他有意，可以找人说和一番，仇人变亲人，这事自然而然就化解了。呸！我爹不可能喜欢他，钟氏不讲理。钟平小时候但凡抱怨一句谁的不是，他不分青红皂白就冲上门去与人吵闹。我虽平日与钟平一起玩，但是我从来不敢惹他。钟平也被惯坏了，为人很是嚣张跋扈，和地痞流氓似的。钟氏是看钟平快到成亲的年岁，他拿不出钱，所以把主意打到我爹头上。我爹性子软，好拿捏，他若真进了我家门，我家肯定会鸡犬不宁。王叔，这是你后半辈子的事儿，儿子再好，早晚也要成家立业，还是要看你个人的意思。小江说的对，我也这么认为，我和他不是一路人。既然王叔对钟氏无意，请人调解也不成，那只能去报官了。王叔，我得先和您说好，小江虽然有理，但是他动手在先，听他的意思，打得还不轻呢。就算是到了官府，这银子您还是要赔。咱们就是让县老爷给判个数额，不能任由他狮子大开口。就是这个意思，让关老爷做主。求青天大老爷做主啊！求青天大老爷做主！冯明，你这是啥意思？又弄什么幺蛾子？舅舅，你没看出来吗？我带人来申冤，请你秉公办理。来者何人？草民。草民王小江，这是我爹王本事。我状告平和巷钟氏，钟氏狮子大开口，向我家索赔50两银子，才愿平息此事。我大人在先，理当赔偿，只是他所求数额太过荒谬，请青天大老爷为我做主，裁决合理的赔偿数额。你愿意赔偿是吧？这就简单了，去把钟氏和他儿子叫过来，再去请个郎中。你个傻天道的，你把我儿打成这样，你还有脸恶人先告状呢？大胆刁妇，若再喧哗，就治你个扰乱公堂之罪。哎呦，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啊！民妇再也不敢了。确实是骨折不严重，卧床休息3个月就能痊愈，不会落下病根的。就算不会落下病根，我儿子以后也不能再负重了。只要休养得当，往后与常人无异，无需担心。休养3月，汤药不离口，花10两银子医治也是足够。卧床3月，后面几月不能负重，按1两银子1个月赔付，10两也足够。就这么定了，就这么定了。王家父子赔偿钟氏20两，7日内交付。若是没有异议，就签字画押，退堂。草民没有异议，感谢青天大老爷做主。没有异议。这位公子，太感谢您了。若不是您帮我指了一条明路，我们还不知道要怎么办呀。不用客气，应该的。若真是要谢，就谢谢徐县令，抽空做个牌匾给他送来。王叔，你可千万别去地下钱庄借银子，实在凑不上，你要不去全通银号试试？全通银号，人家能借银子给我们吗？冯明把全通银号门口听到的1510和王本事说了。公子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是真的。爹，咱们拿房契和户籍去试试吧，1个月还486文。你摆摊卖面，我上山采药，能还上，还有余。好，听你小子的。隔日，小江啊，你说他们真能借银子给咱们吗？实在不行，咱去找亲戚凑一凑吧。昨天那位公子不是说了吗？他们出的新规则应该行。我信那位公子，要不是他帮咱们去告状，钟氏还不知道要怎么讹诈咱们呢。再说，咱家有啥亲人啊？一个个家里都揭不开锅，还想着和咱们借呢，还是借不还的那种。不从银号借，咱们只能找地下钱庄了。两位今日是来存银还是借银啊？
我们是想借银啊。既然是来借银，想必你们也听人说了，得用有价值的东西抵在这里。你们有房契吗？带户籍了吗？带了。可要是抵了，我们爷俩住在哪儿啊？小江，这银子我们还是不借了。放心，我说的抵不是现在就拿走，我们只是把房契留下，房子你们还照样住着，只要你按月归还欠的银两，还完那天，我们就把房契还给你。若是你们赖账拒不归还，我们才会把房子卖出去抵债。还让我们住？对，还让你们住。除了房契不在你手里，一切照常，还完钱就可以把房契拿回去。好，那我们借。地址我已经记下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啥？是不是我们的房子不好，你们没看上，所以不借银子给我们？我们借10两，借3年。你放心，不是不借，而是要派人去看看你这房子，看看位置如何，再看看价值几何，我们估算好才能确定借你们多少银子。你们是第一位上门借银的客人，我们办起来很快的。这2天留个人在家，以免我们去时看不到房子里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全通银号的人动作还挺快，下午就有人来王家了。这房子怎么样？不错。何管事，我去看了你说的那处房子，还顺道去了那男人摆摊的地方，生意不错。房子呢？房子值多少？房子有些老，但住得很爱惜，院墙也翻新过。重要的是那个地段很不错，离街面很近，要是卖的话，最少能卖80两。我已经告诉那小子了，让他明天领个认字的人过来借银子。辛苦你了。这有啥辛苦的？我就是干这个的。得了，我还得回衙行呢，还要领人看房子去。1日，终于有活了。来我这边，我来办。来我这边吧。急什么？以后你们干活的机会还多着呢。我叫孟有福，你们可要记住我，以后每月还银都要找我，记住我啊。记住了。房契和户籍带来了吗？已经让衙人去看过了，这房子能卖80两。那你们想借多少银子？10两，就借10两，借3年。10两银子借3年，利一共7两半，3年本利一共要还17两半，每个月还486文。在没有还清这笔银子时，房契要放到我们手里，超过3个月不还，我们就把房子卖了抵债。若是还了很大一部分，卖房多出来的银子，我们会如数归还。听明白了吗？既然都听明白了，那咱们就签字画押。小江啊，阿姨，您帮我念一念这几份合约。好，谢谢阿姨，可以签字画押了。走，小江，咱们去钟家还钱。爹，今天咱们在全通银号借银子，你没看懂吗？凡事都得留个字据，要不然等咱们还了，他死不认账，非说咱们还没还，可咋整？钟氏那人为了他儿子，他啥事都干得出来。是这么回事啊？要不再去找一趟你阿爷，让他给写。对，我找阿爷去。小江，公子，是你啊。爹，公子来了。公子，我们按你说的去了全通银号，他们真的借银子给我们了，借了10两呢。你们这是打算去还钱？不是，我打算去阿爷家，让阿爷给我写个还钱的字据，省得我们还了钟氏不承认。那你不用找了，我帮你写。我和我爹都大字不认识一个，家中连纸笔也没有。这有何难？我有纸，正好采购了一些。至于笔，瞧，这不就有笔了？公子，你可真聪明。风鸣尬笑，哪儿是他聪明啊？沈桃总是觉得毛笔和墨不方便携带，所以就削了木炭放在身上。他只是有样学样罢了。聪明的是沈桃。拿着吧，我陪你一起去。谁？我，王小江。哟，你还敢上我家门来？我打死你！你再动手，小心我们去报官。你去报啊，上那个郎中去看看，我是打断了他的胳膊，还是打断了他的腿啊？大婶子，外面说话不方便，我们是来送银子的，要不先进去吧。进来吧。大婶子，你别抢啊，你把字据签了，我马上就给你。字据？什么字据啊？字据上写着，我今天把20两还给你了，
这事儿就结束了，咱们两家互不相欠。啥？赔银子就赔银子，还签什么字据啊？我给你签个屁来！我又不认识字儿，我咋知道你那字据上写的是多少银子？这明明我收了你20两，你字据上写的50两，回头再去报官，那我岂不是亏死了？你们老王家一肚子的花花肠子，就没一个好东西。哎呦，我说的婶子，你能不能小点声啊？这外面都能听见呀。听见又怎么了？我这没偷没抢，光明正大的拿赔偿，有谁能说出我的不对啊？谁要是敢说，就让他站到我面前来说，看我不撕烂他的嘴！哎，你这上哪去啊？你是不是压根就不打算赔我银子？你就是拿银子出来给我晃上一眼，骗我签下了收了银子的字据。哎呦，老少爷们儿，你们见过这样厚颜无耻的人吗？我告诉你啊，王本事，你赶紧把银子给我拿出来！王本事，你躲啥躲呀？你该不会真是来骗他签字据，不想给银子吧？就是啊，要真是还银子，你大大方方给他呗，还偷偷摸摸签啥字据？我们这么多双眼睛，还不够给你作证的呀？哎，你别走啊，等我数完，这万一你少给了，我找谁说理去？正好20两，算你识相。既然给了银子，那就赶紧滚吧，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们。公子，小江，咱们走吧。你和钟平好歹也是朋友，进去看看他吧。你来干嘛？钟平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，你家就你们娘俩，你腿还伤着，万一有人起了歹心，怕是你们俩护不住这银子，要不然你们收拾收拾东西，去亲戚家住几天，实在不行，就让你娘把银子存到全通银号去。谢谢你的关心，要不是你打伤我的腿，我还真不用你提醒。你要是不侮辱我娘，我也不会情急之下伤你。唉，算了，还提那些干啥？你多保重。终是盲目自信，不知人心险恶，真出了什么事一定会攀咬你们。实在不行，你们就寻个亲戚家住几天吧，躲过这个风头。公子说的对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大黑啊，今天干得漂亮！儿啊，你瞧瞧，这银子到手了。我问了郎中，你这腿伤得不重，也不用吃药，就这么固定着，个把个月就能长好。这20两银子都能攒下来。这本来呀，还想嫁给王本事，让他帮你出银子成家。不过这么一闹啊，你成家的银子也有了。哎，就是让你受了罪了。娘都想好了，你看上了谁家的姑娘就直说，但你一好啊，娘就去给你下聘，让你风风光光的成婚。剩下的银子，娘打个小推车也去街上摆摊卖面，他王本是一个爷们儿，都能把面卖红火，娘肯定也不差。娘，咱手里有银会招人眼红，要不然咱上姨娘家住几天，再不济把银子存放到全通银号去。切，去你姨娘家！你姨娘家8个孩子，穷得掉底。若是知道我手里有银子，那还不见天磨我，管我借呀？这借给他，那就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那存银号呢？那你也相信，万一银号不景气，卷着我的银子跑了呢？儿啊，你放心吧，街坊邻居你去打听打听，谁不害怕我呀？更何况你当咱们家大黑是摆设吗？这要是真有人来，他叫得凶着的，就算他有本事进到屋里，娘也不是吃素的。娘天天晚上枕着菜刀睡，谁要敢打我银子的主意，我就砍死他。咱哪都不去，就踏踏实实的待在家里面。失忆。娘，说你家银子藏哪儿了？好汉爷饶命，你可千万别伤我，银子是我娘藏的，我真不知道她藏哪儿了呀。哎呦，好汉爷，这银子在我手里，我这就给你送过来，你可千万别伤我儿子呀。哼，我可以不伤你儿子，你把银子放到灶台上，人退回屋里，你解开。好汉爷，里面真的是银钱，足足20两，白天人家送来就没动过。快来人呐，有贼人，快来人呐，快来人呐，抓贼了。你个奸杀的，你还老娘银子，你有本事你就告诉我你家在哪儿，你看我不砍死你一家老小。大婶子咋了呀？哎呦，这有贼人把我的银子给抢走了，你们快去帮我抓呀！哎呀，天这么黑，那人早就跑没影了，上哪儿抓去呀？哎呀，你还是起来，地上凉，早点回去休息，明早报官，说不定还能把那贼人捉住，拿回你的银钱呢。还早点回去休息，我这睡得着吗？这可不是你们家出了事，竟说出风凉话来，你们就知道站着
也不帮我追追。我们这孤儿寡母的，碰上你们这些恶灵，可真是没头了。众人气得拂袖离去，人都跑没影了，上哪儿去抓呀？安慰你还不领情，拉他们倒，好心没好报，回家睡觉去。钟家被抢的消息在第2天传开了，还不是钟氏太跋扈啊，讹诈人家20两，闹得人尽皆知。可不是嘛，这闹得贼人都上门了。哎呦，你说那贼人在咱们这片尝到了甜头，会不会再来啊？真说不准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王家父子赔偿给钟氏的银子是在全通银号借的，全通银号现在往出借银子，也让百姓往里存银，存银还给利呢。10两银子1年就给1两连200文的利呢。我家没啥银子，可苍蝇也是肉啊，与其放在家里等着贼人光顾，还不如存到全通银号去生利呢。哎，就是，我现在就去。哎，等等我也去。听说你们存银子给利，我是来存银子的。哎，我也存银子。我也存。别急，一个一个来，都能存。肯定是王家父子干的，他们白天假意给我银子，晚上又上门把这银子给抢走了。我们找了王家父子，人家借住在亲戚家，所有人都能作证，人家晚上根本就没出来过，不可能到你家抢银钱。再说你给我们形容那贼人又高又壮，眼睛狭长，眉毛稀疏，那和王家父子一条都对不上。哎，我记错了，不是长得那样的，就是长得王家父子那样的，瘦瘦的，就是他们，让他们把我的银子还回来呀！钟氏，你当这是哪里啊？菜市场？随意修改供词是违背律法的，要包庇贼人之嫌。我现在就能禀明大人，治你个伙同贼人之罪。我再问你一遍，贼人到底什么样？日子很快到了4月下旬，黑风寨的旅游办得红红火火。谁啊？我有兴趣喝一杯吗？进来。麻烦桃儿拿个杯子。就干喝啊？行了，你先坐着，我去灶房弄点东西。灶房就找到这点东西，对付下酒吧，总比干喝强。桃儿，这杯酒我敬你，感谢你收留。哎呀，说的哪里话呀，一家人。再说凭你记账的本事，在哪儿不能混口饭吃啊？你来黑风寨是给我面子，啥也不说了，全在酒里。你不吃个果干舔舔嘴啊？我不爱吃果干，也没有用果干下酒的习惯。沈涛无语，感情就他自己一个人酸呗。我明天要走了。早去早回啊。你还希望我能回来？你不就下山逛逛吗？不回来你还能上哪儿去啊？不是说我要走了，离开黑风寨，回属于我的地方去。李二先生，你要走了吗？你真的要走了吗？我们舍不得你。考虑到我走之后，寨子里就没账房先生了，我前阵子下山替你寻了一个靠谱的账房先生。沈涛心想，哟，你还挺贴心。工钱贵不贵啊？按照市场上的月钱发就行，祝我一路顺风吧。不止祝你一路顺风，我还要祝你步步高升，心想事成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数钱数到手抽筋，该吃吃该喝喝，有事别往心里搁，泡泡澡看看表，舒服1秒是1秒。我还祝你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，生日快乐。行了，够了。不过表是何物？什么是泡泡澡看看表？表就是为了押韵脚随便说的。李二先生，既然明天要远行，今天还是少饮几杯吧。第2日一早，李三老师，你要是走了，谁教我们读书写字啊？谁教我们练武啊？李三老师，要不你留下吧，我保证以后你教字的时候，我再也不胡说八道了。刚烙出来的饼，带着路上吃，针脚密实，穿得舒服。这个送你，你也找个绳子吊在脖子上，想黑风寨了就扯出来看看。老六说，你塞鞋里的东西，你让我挂脖子上，就不知道味道很大的吗？收下吧，路上小心。谢谢你的照拂，有缘再见。有空就回来看看，这里永远是你的家。你们送谁呢？李二先生和李三老师走了，不在黑风寨了。啥？我擦了，这么值得庆祝的事儿，他竟然错过了。看不出来，冯公子和他们感情这么好，刚才没能送别，现在追出去送了。陆琪嘴角抽了抽，退后几步。你个老六，你刚抠完脚，你都没洗手，你就擦眼泪？快走吧您呐，可别回来了。两人下山后，山上就来了一位中年男子，他叫谢岩，是周文墨找来的账房先生。
谢先生，你竟然会点茶，这可是我们黑风寨的手艺啊！沈姑娘可能许久都未下山了，现在平县书生学子，但凡觉得自己有点墨水的人，全都会点茶。点茶用的器具都卖断货了，得抽空去和定制茶器的那家掌柜结账了。你是风儿，我是沙，缠缠绵绵到天涯。客官选点什么？茶器的话没有现货，得预定。掌柜好生意啊！是您来了，姑娘，你可算是来了。托你的福，这茶器现在火得一塌糊涂。我刚开始还不知道他们买茶器是干啥，后来我在酒楼看见了，还品尝了，初初品尝总觉得味道太苦，可喝2次之后就感觉到了妙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以前喝的茶那也太没滋味了。谢谢掌柜夸奖，我这次啊可是来拿银子的。早就准备好了，就等您来拿呢。您说说，这是我10天前准备好的，一共97两，这10天的下一期给您结。您要是信不过我，我把账本给您看看。不，姑娘，你这是何意呀？掌柜的，目前点茶只在平县有，可我相信要不了多久，周边县城也会升起，甚至能传到京城去。您把眼光往外面看看。对呀，之前他还担心风头过了，生意就会淡下来，他怎么没想到要往外发展呢？掌柜，扩大经营就需要招更多的人，教新手制陶，至少得是个成手。你现在生意本就缺人，抽调一个成手出来，你肯定有损失。不，我们扩大经营，招人干活，怎么能让你承担这个损失啊？掌柜，您就别推辞了，我把银子给您还有另外一层意思，若是有女人能干的活，我希望您招收一些女人，这银子就算是我给他们交的学费了。不是我不招女人，而是招了他们也不愿意来，尤其是他们家人反对，觉得他们混在男人堆里不正经。掌柜，有些女人死了丈夫，有孩子要养，也有家中有病人抓不起药的，他们处境艰难，总得有人给他们一条活路。姑娘大义，我尽力吧。这个世道有太多苦命人，尤其是女人。沈涛力量微薄，做不了轰轰烈烈的事，他只能做一些小事。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特点，谢岩吧最喜欢讲故事，他专喜欢讲鬼故事。想听后面吗？想听。好，那咱们来学一个字，大家都会写了，我就继续讲。陆琪，你咋这么笨呢？你那手是猪蹄子吗？你还想不想听故事了？大叔，开始耕种了。是得忙活起来了。我儿子种家里的地，我就种这一块，两不耽误。这风这么大呢，算起来今年到现在都还没有下过一滴雨呢。可不是嘛，这地干得厉害，要是种子种下去后能下场雨，今年就有指望了。风明，和你商量个事儿呗。除了吃马啥都行。啥家庭啊，嘴巴寂寞了就吃马。我是说，你看我这片地这么大是吧？是啊。你看他们干活累不累？那还用你说，肯定累呀。那把你的马借来用用呗。嗨，我还当啥事儿呢？只不过我同意了，马不同意不配合咋整？看嘛，马答应了。走，咱们回黑风寨，咱让山虎做个犁，让你这马拉出来溜溜，我保证做出来一个省劲儿的犁，保证累不到马。他那东西一时半会儿打不好，铁匠说得3天。哎，他一研究好几天就为了做犁呀，这和他们用的也没区别呀。差别可大了。原来我们村只有村长家有牛，他家的犁直挺挺的，我曾经借着拉过一次，2个壮劳力在前面拉，1个人在后面推，那都能累死人。这个犁我和兄弟们试了一下，比那个省劲太多了，而且犁缘上配了个犁平，往下调犁入土浅，适合浅耕，往上调适合深耕。说人话就是换了这款新犁，不仅你的马省力，扶犁的人也省力，好样的。东家，这怎么使得呀？你没长租子，我已经感恩戴德，怎么还敢麻烦你帮我犁地呀？爹，你看这犁，这怎么和二狗家的犁不一样呢？真的和二狗家的不一样啊。大叔，这犁是改过的，比一般的犁省力气呢，不信您来试试。真的？那我可要试试啊。儿啊，
我上次为了接二狗家的牛，替他扶了半天的犁，可累呢。这个犁啊，可真省劲儿啊！真的吗，爹？我试试，真的更省力啊！牛省力，人也省力，想离身离身，想离浅离浅，太厉害了吧？嘿嘿，马走得比牛快，外加这犁省劲儿，一天能多耕出2亩地呢。既然大家都租我的地，我也不会厚此薄彼。从今天开始，这马就留在这片地干活，每天就给2户人家耕地，各耕2亩半，干够2户人家5亩地，这马就得歇着，要不就累坏了。剩下的地你们还是要自己耕，省得错过最佳播种时间。你们也别抢啊，就顺着这个地挨家耕过去。这马我可不白给你们用啊，回头你们地里种上我的种子，可都给我精心呵护着点儿。那是自然啊，东家你放心吧，我们保证把你的秧苗当眼珠子似的护着。风明，我把你的马借出去了，不过我不白借。那有啥的，我也没干啥活，用马算什么？你就是让我亲自去拉犁，我也愿意去。一码事归一码事，你把马借给我，我把做犁的功劳送给你，你去跟你舅舅说，好让他推广出去。虽然农家有牛之人10户只有1、2户，可牛耕地省力，牛的主人就愿意把牛给更多的人用，或者租给更多的人用，大家都受益了，不就感谢你舅舅了？主意是你出的，你舅舅不就欠你个大人情吗？这个人情就是我借你马的报酬，怎么样？呸！你咋不去和我舅舅说？说了功劳不就算到你头上了？他本来就是我舅舅，这人情还是你留着吧。我是商人，最近黑风寨的旅游和黑风戏楼够出风头了，说是我再不懂收敛，特意邀功，我的风头就盖过你舅舅了。那干脆别和我舅舅说呗，还是尽早说，等普及开了你舅舅才知道，颜面挂不住。那行吧，正好现在有空，要不现在去找我舅？那马呢？马就留在这儿，晚上让他们牵回家，总不能你啥也不干，天天看马吧？与其用马耕，都不如你自己耕，就你那力气，都能把地犁穿。我就是再有劲儿，也不能扔下黑风寨一摊子不管，跑去帮别人家干活啊！唉，终于是弄完了，麻烦死我了。舅舅，啥事儿这么麻烦？哼，有那么点公事儿，不过已经处理好了。你俩都是大忙人，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？舅舅，你看看这个，明儿，这是新做出的犁，用着不仅省人的力气，也省牛的力气，耕地速度变快，还能控制耕地的深浅，很好用。好啊！若真如你所说，推广百姓使用，也是百姓之福啊！来个人，大人，你拿这个去找匠人，让他按照这上面的尺寸打个一模一样的出来，要快，听到没有？明儿，这犁是沈姑娘想出来的吧？大人，这犁是大家一起琢磨出来的，非一人之功。我只是普通女子，目光并不长远，是冯明看到其中的价值，提议送到您手里，由您推广出去，以惠及百姓。好小子，懂事了。你这个情，舅舅领。沈姑娘，以后若是有事，尽管来找本官，本官能办的，一定给你办到。感谢徐大人。徐以德召集平县所有里长在农田旁碰面。田野之间无需多礼，今日叫大家来啊，是有人改良了一款梨，送到我手里。确实和我们用的不一样啊。县令大人，这光看也看不出，要不让给牛套上，我们都试试。正有此意。咱们用的犁扶手都是直的，用不上力。这个犁的扶手倾斜，很好用力啊。哎呀，果真省力呀，至少比我家的犁省力1半。徐大人，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啊。那是自然，牛拉犁省力，每天都能多耕一些，不至于累坏。明日县衙张榜，把犁的制造方法张贴出去，各位里长都试用过，都回去和乡亲们说说，家里有牛的也别小气，该往出借往出借，该收租收租。第2日，县衙果真张榜贴出了曲园梨的制造方法。以前觉得徐大人没做什么正经事儿，今年开始，我发现他是个好官呐。听说全通银号给百姓存银和借银，就是他找掌柜谈下来的。现在又推广出这种省力的曲园梨，知足吧。咱平县的徐大人正经不错，我去年在孟浦县的码头帮工，让人打了一顿，我去报官，县令根本就不在衙门。后来我气不过，敲了鸣冤鼓，衙门才派人到他外甥那儿，把他从美娇娘怀里挖出来。你这么一说，
徐大人更是个好官了呀。徐以德回了县衙，这曲园离的事儿，他得写信告知刺史大人。他斟酌再三，写上了冯明和沈桃的名字。鲁琪把麻将室里的麻将卖空了，真是给的太多了呀，不卖不好意思了。一副麻将算上花牌140张，每张都要打磨光滑，确实是个麻烦事儿。翠兰，翠兰，东家，你喊我啊？你过来，过来。你嫂子跟你哥一起下地吗？犁地的时候不去，我嫂子没那么大力气，只有除草和收割时会去。让你嫂子帮我磨这个，磨光滑。一副麻将我给她70文钱，怎么样？东家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一人1天能磨出1副。你嫂子要是娘家还有亲人，可以让他们帮忙，最好1天能给我磨出5副。